要脸点吗？要不要我把制作方法直接告诉你得了？真是越活越没脸没皮了。我告诉你了，咱们家还做生意了？你是脑子进水了吧？竟还跑人家摊子上打探生意门道？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京城来的又不止你家儿媳妇儿，咱们走。反正该看的都看了，价格也了解清楚了，继续留下来也打探不出什么。王桂香那泼妇精明着呢，肯定不会告诉他。不过没关系，我也是从京城来的，做这些小玩意儿应该不难。嫂子，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家新媳妇也会做这些花样？不用担心，这些饰品都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跟京城的样式不一样。苏兰她不会。刚才他们几个听得可认真了。没事的，娘，这种情况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分析过了吗？下一次赶集，即使没有他们，也会有其他跟风的人，这是避免不了的。只要咱们每次都有新花样，那他们就只能跟在我们后面跑，我们永远都是赚大头的那一份。嫂子说的对，况且做这些饰品也是需要成本的，请人帮工更需要一定的银子。沈家会舍得吗？他们家是因为有嫂子兜底，还帮他们铺好了货源，直接就跳过了成本这支出，才能把这个摊子支棱起来的。要是没有嫂子，他们家怕是也做不起来，更别提有勇气请4个帮工了。也是，我就不信他们真能做好。就算真学会了，咱们到时候再出新花样就是了。对，就是这个理儿。娘，您就放心吧，咱们继续做生意，别管他们。成，听你的。姑娘们，快来看呀，新到的花样！今天带来的货量是上次的4倍，能卖出这么多，已经超出零售预期了。估算一下，今日进账至少有3两银子，咱们收摊了吧？这就收了？可咱们还有不少的饰品没卖出去呢。嫂子，要不再等等，能卖一些就能多赚一些。没事儿，收吧。回去后我还有安排。哎呀，几位来了，今天还是老样子。对，来4碗汤饼，4个糊饼，等会儿再给我们打包6个糊饼。看来今天运气一般，都是些寻常货色，淘不到什么好宝贝了。下次再来吧。对，咱们回家吧。萧家回来啦！你们瞧，他们车上还装着东西呢，估计是没卖完。哼，我就说嘛，哪有那么好卖的？就是，估计是赔了。井底之蛙。一共是，对，没错。嫂子，你算算咱们今日赚了多少？我感觉咱们这次赚了不少呢，这么多铜板，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见。好了，你们俩别打岔，让你们嫂子好好算算。今日总共赚了3两762文钱。哇，这么多！将近4两银子了耶！确定吗？老天爷啊，我们家有多少年存银是超过3两的？如今还不足半月，就已经有5两以上的存银了。这日子真的有盼头了。没算错，就是这么多。扣除咱们买布料的成本30文，5天4人的工资1200文，还剩余2两562文钱。但这还不是咱们的最终盈利，因为还留有了小半的饰品，等把剩余的饰品清空了，才是咱们这段时间的最终盈利。我估计能达到4两银子吧。对了，嫂子，剩下的这些饰品你要怎么处理啊？对啊，你之前说有安排，是有什么其他法子吗？娘，阿玉，你们想想，咱们边关镇就那么大，大家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今天买过的人，短时间内不会再买了，咱们总不能老守着一个集市卖吧？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得主动扩大销售路线啊。能来镇上赶集的只是一部分人，但边关镇附近却有着10几个村庄，咱们可以找几愿意跑的货郎合作，让他们挑着货去各个村子里卖。或者咱们村有哪些人家日子过不下去的，我们也可以代收给对方去卖，赚个辛苦钱了。当然，如果他们有本事合理的卖出更高的价钱，那也是他们该得的。这主意好，既能帮咱们清货，又能帮村里人赚点辛苦钱。对，这样一来就能快速销空咱们的货量了。嫂子，我就想不到这些。慢慢来，以后凡事你多琢磨琢磨，你也能想到的。其实找镇上2家布坊代销最快，可我们贪便宜买了人家的碎布料，万一2家布坊眼红，反手断了我们的后路。凭借他们的规模，模仿起来可比我们便利得多。到时候手艺被学了去还算小，说不定还会反过来压我们一头。利益面前，人心难测，我不能拿萧家的本钱去冒险。那咱们明天就去找货郎。嫂子，我想去跑货。萧俊也快16了，在古代已经到了该相看的年纪。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眼下地里有村里人帮工，他想体现自己的用处，攒点提己钱也是情理之中。这个哥哥做得称职。对，我跟着你们去集市摆了2回摊子，价格什么的都很清楚了。反正近期家里也没啥活，我想去试试。如今小妹都帮着家里做手工活赚钱了，我这个当哥哥的也不能落后。
可以啊，你跟阿萧也大了，也该开始慢慢给自己攒点钱了。但这门生意是娘跟阿月在负责，你如果想跑货，就找阿月对接。找我？对啊，你跟娘才是这门生意的负责人，银钱跟货品都要经过你们的手。我之前说过的，我不干涉这门营上，但可以给你们提供点子与创意。至于这利润，你们要怎么分配，这就要看你们怎么商量了。但我建议，除开工钱外，娘跟阿月利润对分。其实阿月做的时间还要多些，而娘却要多花心思在家里跟地下的活计上。但都是自家人，这方面就不用计较的那么细致了。利润对分之后，娘跟阿月都是有能力赚钱养家的人了。你们每次也可以拿出几十文，或是1月拿出100-200文钱交给宫中，当做咱们家日常开销的费用，相当于咱们一家人一起赚钱，一起在养家。全家连小妹都有了进项，唯独没有我。嫂子，那我呢？不急，你在家里也是有付出啊，比如每次赶集摆摊儿，你也是出了力的。让娘跟阿月每次支付你相应的工钱，还有你去地里干活，我也会支付你相应的工钱，不能让你的劳动付出白费了。接下来你不是还要去跑货吗？你每日所卖的，除开需要给阿月的进价，剩下的就是你赚的。我的娘嘞，嫂子这套词一套一套，感觉脑子都转不动了，还痒痒的，真想伸手挠一挠。天哪，我一个还没出阁的丫头，竟然都能自己赚钱养家了。儿女们每个月拿钱交工，那岂不是说我的钱还是我的，儿女们给的钱也是我的？这买卖太划算了。不行，我得拼命跑货，我赚的钱要是够给宫中养家，那多有面子。怎么样？我这么说，大家都能理解吗？这样一来，咱们按劳分配，也按劳所得。每个人都体现出了自家的价值。嫂子，我没意见，我都听你的。嫂子，你怎么说，我怎么做就是。没错，阿和，你脑子聪明，我们都听你的。你这么安排挺好的，家里不养闲人，每个人都该承担养家的责任。好了，既然咱们家每个人的责任分配清楚了，那接着来说销售商的事。就挣了跑货，货郎要拿多少货，阿月这边你要做个经济，每日他们跑货回来再做个核对，这叫清账。如果有损坏一个就算了，就当是个样品单展示；如果损坏了2个，就要负责损失了。嫂子，那我们拿货要给银子吗？可我手里也没银子啊。咱们可以不要压歪村拿货款，但要找个本村花人做担保，每天有时末清账，卖出去多少就得交回多少货款。这样行，那嫂子，我可以喊着虎子跟我一起跑货吗？行啊，反正都是按规矩来办。至于你们是合伙销售还是分开，看你们自己。近几年来，大径山战事不断，最先冲在前线的都是军户，自然牺牲是在所难免的。我们村属于2营，情况都算比较好的男丁，可隔壁几个营区不少家里全剩一些老弱小，没办法，人要过日子，还要养活一家老小。出于军务们来说，那就只能早些奔多些安稳，不用再把性命赌在战场。只是我现在能力有限，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阿和，辛苦你了。这一刻，我感觉这个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咱们共同努力的成果。以往的劳苦，齐爱的消失了，真是娶个贤妻旺3代啊！娘，您别这么说，咱们是一家人，一起努力，日子才会越过越好。今日耕完100亩地就彻底完工了，但帮工不能停，红薯土豆只占了1/3，剩下的地绝不能荒废，必须尽快规划种上其他作物。首先，主粮越多越好，粟麦也就是冬麦必须安排上。刚好这几日村里屯田任务要种冬麦，我也跟着这种上30亩，再用10亩地种上白菜、芥菜、萝卜、小青菜，这些是过冬的储备物资，然后再种几亩冬葵、苦苣，这2样速生耐寒，既可人吃，也能喂牲畜，还能肥田。冬天的边关可没新鲜草叶，得提前储备充足。剩下的10几亩，我打算后面继续扩种红薯的扦插藤苗，20天后第一批种薯就能剪苗了，前后每隔10天半月就能再剪一茬，最多3次以栽育苗，足够补栽完，后面的还能分给村里人。思路都清晰了，接下来就是全面开启农忙种植阶段，可总感觉有什么事情给忘了呢。桂香咋样了？是啊，我们今天在家担心了一上午，也不知道今日到底卖出去了多少。要是卖的不理想，我们哪好意思领那么高的工钱？卖得很好，带去的货卖了一大半，剩下的也有安排了。那就好，那就好。我这一路都在想，若是没卖出去，可真没脸拿这份工钱了。你们想多了，你们做得好也付出了劳动，那就该拿。来，这是你们的工钱，4个人5日的活计，你们自个儿数数，对不对？真领到工钱了。活了几10年，这还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手赚到钱。谁能想到，咱们也有1日挣60文的一天，简直就跟做梦一样。那剩下的饰品怎么处理？需不需要我们帮忙？找人跑村子卖。2个弟弟家里各有3个儿子，光是为他们娶媳妇儿，就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那个桂香，你看我家侄子合适吗？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个机会，哪怕赚的少点，也总比在地里苦熬强。我得替娘家争一争。可以啊，反正要求我也跟你们说清楚了，要是他们愿意，就让他们尽快过来取货吧。这一批卖完，下一批还得看到我家阿和怎么安排了。好，好，好。桂香，我能不能也挑一些去卖？你也要？对，
我带着老大媳妇一起，上午跟下午各跑一个村子，也不耽误做饭。是这么好的机会，我才不想为娘家人着想呢。我那娘家爹娘典型重男轻女，当初要不是我为自己谋划，嫁到军户村，早被卖给老男人了。行啊，你们自己安排就好，我自然相信你们。但涉及到金钱，咱们还是按规矩来，这样我们也好管理其他人。应该的。小姐姐，这个发带我要10条，这个香包也来10个，还有这个小挎包。来，按个手印儿。虎子，有个赚钱的路子，要不要一起干？干，当然干，不用交押钱，哪怕只是赚个跑腿钱。只要我勤快点，多跑几个村子，家里就有银子给病弱的母亲买药，给年幼的妹妹买粮食了。还有几个月我就满16岁了，我一心就期盼着能转正军领粮饷，眼前的机会我必须抓住。嫂子，你看我处理的怎么样？流程都对吧？对的，你做得很好。阿和，绿豆汤冰镇的差不多了，可以送过去了。好，我去把二状牵出来。走吧。来啦！萧家送绿豆汤来啦！来来来，一人一碗，慢慢喝啊。哎呦，这一口下去，整个人都活过来了。真是解渴啊！跟着萧家干活，不光有工钱，还有绿豆汤喝，这日子值了。人心暖了，活自然就好干了。村长，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你说，明天开始，军户村那边也要开启屯田任务了吧？是的，没错，每年都是这个时候。这几日来帮工的都是村里的青壮年，接下来几天他们肯定也要参与屯田任务。我估计能留下来继续干活的也就几个人，差不多。但我这边还有大几十亩地要秋种，最多能缓2天，再拖就要错过最佳播种时节了。所以我想，一事不烦二主，还是请您帮忙再招一批人手。本村人手不够，只能外村人来凑了。行，没问题，我回去就去打听整理。村长，每家的屯田任务可以花钱免除吗？可以的，一个人100文。那好，村长，麻烦你帮我们家免除下，主要我们家的地都还没收拾出来，实在腾不出多的人手与精力。理解理解，你放心，这事儿我给你办了。村等会儿下工后，让大家来我们家里领取工钱，不管有多少人能留下来，但干1期的活，咱们就得给1期的工钱，后面的再重新另算。好嘞，萧征那小子有福气啊，娶了你没这么个勤快又能干的媳妇儿，往后不愁好日子过了。糟了，萧征，感情把我家里那个男人给忘了。前几天还说等红薯栽完去营地看他送吃的，结果我规划了一堆，却偏偏把他漏了。那这边的事情就辛苦村长了，我先回去了。娘，咱们该回了，得赶紧去营地一趟了，再不去，怕是后面忙起来就更没有时间了。娘，我明天想去营地一趟，看看萧征，顺便给他送点吃食过去。对哈，老大好些日子没回来了，我这当娘的这段时间天天忙着赚银子，竟然把亲生儿子忘了个精光，还不如儿媳妇记挂他。行啊行啊，那你打算做点什么吃食，我来帮忙。娘，这种肉不能泡酒，不然味道会散。哦，原来还有这讲究。谢谢苏娘子，下次有活我们再来。乖乖，这一串就是100文啊！苏娘子，你看我怎么样？我只要25文1天。对啊，你们先给我们报个名啊！你们家还招不招帮工呗？得了吧，就你赖狗子，25文钱都算给多了。就是，谁不知道你赖狗子是全村最懒的？我们家确实还要再招一批帮工，准备秋种，工钱还是一样。我们萧家保证不拖欠工钱，也不压榨帮工。真的假的？我们萧家自然说话算话，
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我们既付了工钱，那自然是有要求的。首先，这肯勤平快能吃苦的人，否则岂不是花钱请了一个大爷来干活要仔细麻利，不浑水摸鱼。如果有符合要求的，欢迎大家到村长那里报名。明日就开工，工期10天。若其他村子有合适的亲友，本村人也可以推荐过来。真的吗？外村人也可以？我有这就加报名了。每户不限人数吧？每户不限人数，只要干活麻利勤快就好。但若是中途发现偷奸耍滑的，立马走人，当天的工钱不会结算。这一刻，突然有些想他了。好在，明天就能见着人了。虎子，吃了吗？吃了的，婶子。吃个毛毛垫垫底儿，才有力气卖货。我不能，婶子，我真吃了，您留着给阿俊吃吧。拿着吧，我们就只有这个，再好的我也给不了。没有，这已经很好了，谢谢婶子。娘做的馍头都掺了麸皮，黑漆漆的硬的砸死人。萧家这个玉米面的却掺了白面，真香啊！走吧，等我拿到工钱，也要买些玉米渣子回去。早去早回，别太晚。娘放心吧。娘，咱们家有做黄豆酱吗？黄豆酱那玩意儿多精细呀，又费料又费功夫的，寻常人家哪舍得做？不过你李婶倒是做了一些。怎么，你想吃豆酱？我可以去找她买一些。我想给阿征做点蘸料，既可以用来蘸蒸土豆来与红薯，也能下饭加这馍处想着他的好媳妇儿，连带着他吃不吃习惯也不错的。摇馒头馍馍吃的那么精细干嘛？可这也是儿媳妇的一片情谊，受益的还是他自个儿的儿子。辣味虽不如辣椒霸道，但山猪鱼干也能替代几分辛辣。只期望那些胡商能给力些，早日把辣椒种子带到边关来。别说，这豆酱饭虽然制作麻烦，但闻着是真香。就着这个酱，都能多吃几碗饭呢。那下次我去镇上买一些黄豆回来，咱们家也做一些。行，你看着办。辣椒酱，好香啊！这是什么酱料？有点呛人，但闻着又很有味儿。我这是在黄酱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调味，改良了一下，算是辣椒酱的一种吧。味道确实挺霸道的，直往鼻子里钻呢。嫂子，我回来了，你们在做什么好吃的啊？我远远就闻到香味了。你回来的正合适，今日午间咱们吃鸡蛋卷饼。鸡蛋卷饼。真香，这嫂子太有味儿了。这酱料真不错，配什么都好吃。娘，我去营地看阿征了。行，路上小心些，早去早回，别太晚了。好。两位大哥，麻烦帮忙通报一声，我想找前营百户长萧征。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媳妇儿。那就多谢嫂子了，你等着，我去通报。戍边的将士们日复一日在这里操练巡逻，守着身后的万家灯火，世道不易啊！报告百户长，外头有位小娘子找您，说是您家里人。你说啥？操练了一上午，我整个人灰头土脸的，哪里适合去见我那香软的小媳妇儿？在营地大家都是这个熊样，可面对自家媳妇儿，我总得要点体面。媳妇儿，你怎么过来？是家里有什么事吗？怎么瘦了这么多？可能是最近操练的多吧。那也要多爱惜自己啊！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们也照顾不到你。有人惦记，有人挂念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老天爷对我萧征不薄。你怎么突然来营地了？还说呢，这么久也没回来一趟，我们都担心你。我在家做了些吃的，想着给你送点过来，打打牙祭。这是我昨天做的猪肉干，饿了馋了的时候就嚼上一根。这是腊野兔，你可以拿出来跟同僚兄弟们分一分，毕竟出门在外多靠朋友兄弟，该大方的时候也不能小气了。哦，这个是我创新的辣椒酱，可以用来蘸土豆吃，也可以夹着馒头下饭，很香的。这是单独给你装的猪肉干，你自己留着慢慢吃，别一下全分出去了。怎么办？
这媳妇儿也太会抓我的心了，她怎么就这么可人呢？我现在真恨不得把人整个打包起来，揣进自己的衣兜里，时时刻刻一分一秒都不分离开的依偎在一起。还有，这个就是我从胡商那里买回来的土豆与红薯，你尝尝。咱们家里的地也种上了，等10月中下旬收成，就能吃个够了。媳妇儿，放心吧，家里一切都好，地里的土豆和红薯都出了苗，长得还不错。等收了粮，咱们家的日子就能好起来了。还有，阿俊也在帮咱们卖饰品，找了几个货郎，做的有模有样的，狼的身体也好，月儿也听话。辛苦你了。媳妇儿，我还在当值，不能离开太久。好，那你快回去吧，别耽误了正事。我看着你离开，等过几日我抽空回来看你。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在营里好好照顾自己，别累着身体了啊。知道了。你等我回来。走了。老肖，你干啥去啊？吃饭都不积极，要是去晚了，又只剩些汤汤水水了。我就不去了，我晚饭有着落，你快去打饭吧。嘿，这老肖啥意思啊？小百户他媳妇儿下午给送东西来了，我亲眼瞧见的，一大篮子呢，肯定给他送的吃食。当初老肖成亲那盘凉拌兔丁丁的滋味，我到现在都还忘不了。苏娘子那手艺，不行，咱们赶紧去伙房打个饭底子，然后去找他分吃的。想蛮牛呀！活脱脱什么吃独食，连头都舍不得一下。老肖媳妇儿给他送好吃的来了，赶紧的！阿和真是细心。嚯，这味道够劲。好吃，我媳妇这手艺真是没得说。老肖，弟妹给你送什么好吃的了？我已经闻着味儿了，你别想藏起来吃独食。我就知道这帮土匪得来，不来找我分食才奇怪呢。哼，尝尝吧。好家伙，老肖，你这媳妇儿娶的我都有些羡慕了。都是肉啊，一个女人心不心疼你，就看她舍不舍得给你弄肉吃了。还是你小子有福气。唉，这伙房的伙食真是越来越……对啊，你瞧瞧咱们今日吃的啥，一块肉片都没有，就一点油腥沫子。这段时间大操练量一点没减少，肚子里要是特别是没点油水，还怎么有力气提刀操练？还不是阿皮马儿抓都别说杀敌了。我听说上面在集结。什么？都这样了还要缩减粮饷？干脆让咱们喝西北风算了。你吼啥呢？上面的事咱们也做不了主，咱们是兵，就得听从安排。好了，不说这些了，不是跟着来分食的吗？不想吃了？吃，当然要吃。好家伙，这酱料绝了！老肖，你媳妇儿这手艺，我还从未吃过这么够味的酱。这是我媳妇儿改良过的辣椒酱，还有这个土豆跟红薯，量不多，你们就尝个新鲜吧。要是真能高产，老肖，咱们边关的将士是不是就有希望了？边关苦，粮草难，有媳妇在家里惦记着，送来热腾腾的吃食，心里就有盼头。可如今大伙连自己吃饱都成问题，又如何安置来随军的妻儿？放心，老肖，咱们也不白吃你的东西。等下个月收割的时候，我们去地里帮着干活。我看这个仗一时也打不起来，那些鞑人就会搞一些小动作，消耗咱们的精力。对，上次那一战，他们损伤可不少，不可能这么快就能重整旗鼓。我估计很快就能解除严禁了。这么热闹呢？大家都在这里啊！我说怎么没在伙房瞧瞧你们？你们吃什么呢？怎么闻着有兔肉的味道？好家伙，哪来的兔肉啊？你们找伙房开小灶了？嘿，你这话说的，你也不看看虎房还有什么好伙食，哪来的兔肉可以给我们开小灶啊？老林，你们误会了，这是萧征他媳妇儿下午来营地探望他送来的一些吃食。这不是担心他在营地吃不好吗？我们几个也是跟着沾沾光，真是辛苦操练一天，虎房就给吃那些不顶爆的猪食，真是一点油性子都看不见。我也馋肉啊！老肖，你这个媳妇儿可以啊，是不是前段时间朝廷分配的罪奴媳妇儿？犯事判罪的是吏部尚书，与他有何干系？他既已被朝廷下旨驾驭我，那就是我们萧家的正经娘妇。就是，别动不动的就把罪奴挂在嘴边，弟妹也是被连累的。沈百户，你家媳妇儿给你送吃的吗？
也给大伙分享一下呗。对啊，你家跟萧征家都一个营村的，他在家里好好操持家务，照顾好公婆就足够了。我在营地里有伙房呢。也是，这媳妇儿与媳妇儿之间还是不一样的。我估计我家那位，估计这会儿正没心没肺的吃香喝辣呢。我娶一个高官大户里的丫鬟当媳妇儿，知足了倒是。我媳妇儿就知道给我送一些鞋垫子，不像萧征媳妇儿，又是酱料又是肉的。同样是尚书府出来的丫鬟，我媳妇天天在村里到处瞎折腾什么呢？娘和月儿他们这会儿应该还在地里呢。今天是种土豆的第一天，上工的才10来个，大家都紧着自个儿的屯田。不过我也就给他们这2日的缓冲时间，明日一早得去镇上买全粮食和蔬菜种子，家里的存粮也见底了，还得大肆采购。唉，这钱真不经花呀，刚赚了点银子，转眼就得花出去一大半。那可是一处天然的聚宝棚啊！既然缺钱了，看来只能进山里找补找补了。嫂子，不好了，不好了，嫂子！怎么了？我听荷花说，那个苏兰，就沈峰那个媳妇儿，今天在村里到处找针线活还不错的年轻姑娘，说是要教他们做绣活。嫂子，你说他们是不是想要学我们做手工饰品啊？这不是明摆着抢我们的饭碗吗？怎么不卖了？那岂不太亏了？亏什么？等阿俊他们把周围的村子都跑个差不多了，你说下次赶集还能有多少人买发带？即使有，那也只是极少数了。而且下一场集市肯定还有其他的摊贩跟着卖，款式说不定比咱们更多，价格更便宜。所以咱们若是再做同样的东西，那才是真砸手里了。等明日我去镇上重新采购原材料，咱们换一种花样，做别人没见过的，才能继续赚银子。那就好，听嫂子你这般说，那我就放心了。虽然对之前的款式有些舍不得，可比起损失，适当的舍弃才是最好的止损方法。嫂子真厉害。我今天跑的那2个村子，发带抢着要，一下子就空了。我们也是，半下午就卖完了，足够给家里买粗粮，能让娘和妹妹撑上一段日子了，还能给妹妹扯半指布布做新衣裳，真好啊！任何时候靠着自己双手挣来的银钱，才最是踏实安稳，也最能暖人心窝。掌柜的，我要300斤的麦种，各类豆子共来100斤。粮食又涨价了。是啊，娘子，旱情闹得厉害，周边县郡的粮价都飘起来了。您今日要的这般多，我已是按老主户的价给的，若是再过半月，只怕还得涨。罢了，该买还得买。再给我装50斤大米，50斤面粉，然后50斤的玉米渣，50斤的高粱米吧。天，好浓郁的草木气息，这是只有大量植物聚集才会产生的生机。辣椒！天哪，真的是成熟变红的辣椒，怎么会在这里？娘子好眼光，这是番椒，从番邦传来的稀罕物。您瞧这颜色，红得多喜庆啊！摆在屋里能看一整个秋冬呢，寓意也是极好的。这果子不能吃？吃？这可使不得！听说这东西药性烈，吃多了要闹肚子的。咱们这都是当盆景赏玩的，瞧个红火劲儿！这时候的人把辣椒当官上盆栽了，暴殄天物啊！难怪在香料区找不到。太好了，这宝贝今天归我了，我都要了，我也就买个新奇玩意儿看看。行，50文拿走。番茄、西红柿，天，今日出门是踩了什么狗屎运吗？真是撞大运了！大姐，这是什么？这是番柿，果子长得好看，就是味儿有些怪，没人敢吃，都拿来摆着看。这盆我要了，有了种子，靠着我的木犀异能催生，早晚能实现番茄自由。嫂子，你回来啦！娘去地里招呼了，让我留在家里等你。好，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搬进去，粮食、布匹，还有这几盆花，都得先安置好。嫂子，这是买的什么花果啊？可真喜庆好看，红彤彤的，跟个小灯笼似的。这个叫番椒，那个叫番柿，都是番邦的稀罕货。等晌午回来再给你细说，这东西用处大着呢。好。小军，
回来了，一切还顺利吧？顺利着呢，娘，种子都买齐了。嚯，好种子，是新粮，没掺陈的。苏娘子，你这眼光毒啊，没叫粮铺的掌柜给坑了。是啊，如今这世道，粮铺里尽是往新粮里掺陈粮、瘪粮的奸商，专坑不识货的。前儿个老张家买的麦种，一半都是瘪谷，气得他直跳脚。掌柜的说要涨价，我想着早晚得买，索性一次就多买了些。看着我量大的份子，他也不敢坑大雇主啊。粮食涨价了，涨了，比上回贵了2成。掌柜的说，北边旱情越来越重，粮价还得飘。咱们这儿还算好的，听说有些郡县已经闹粮荒了。这老天爷真是不让人活了，所以才更抓紧种粮寒。可只要有土有种子，总能种出粮食来，那就饿不死人。苏娘子说的对，有地种就有粮收，有粮收就有活路，都别傻站着了，赶紧干活！对，苏娘子办事就是稳妥，这麦种选得好，出苗率能有6、7成。出苗率只有6、7成吗？借您言。不过有我的木系异能在，我要的可不止这点。嫂子，喝口水。接着干吧，争取日落前把这20亩麦种都点下去。好嘞！作为异能者也吃不消了，这觉睡得连盆栽都忘了。嫂子，你醒了，喝口水润润喉。阿月，这次嫂子准备教你一套完整的手艺，周延化、系统化的操作起来。这世道，女人只有真正拥有一门技能，才能有立足的根本。娘，你也跟着学，这门手艺，就算我这个做嫂子的提前给阿玉添的嫁妆了。你这孩子，怎么能想得这么长远？娘替阿玉谢谢你。嫂子，我一定好好学，绝不辜负嫂子和娘的心意。既然要教，咱们就学精了。我这次要教的叫绒花，这通草片便宜，却能做出新鲜样式。绒花，咱们做莫兰迪色，烟粉、豆绿、奶杏，那种温柔雅致、看着高级的颜色。什么？高级不俗气。咱们可以用紫草染起，用苏木染烟粉，用栀子染奶黄，调出市面没有的色系，就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姑娘太太都没见过，他们肯定喜欢。不仅颜色，咱们还要做渐变，像真花一样自然，一眼就能抓住眼球。是不是像天刚亮时天边那种雾蒙蒙的颜色？对，娘，你这个形容比较到位。咱们还可以往浆糊里掺艾草汁、薄荷粉、檀香末，做出来自带香气的绒花。好家伙，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一朵佩戴的绒花都还能变出这么多的花样来，我都感觉自己过去几10年都白活了。月月有新样，季季有不同，买家永远有新鲜感。嫂子，这能成吗？当然能成。娘，嫂子，我们回来了。托婶子的福，几乎是都清光了，发带发绳都卖光了。买粮，给娘抓药，给妹妹扯布做衣裳，剩的还能存起来，作为下次跑货的底金。阿月，你们什么时候再做新货呀？跑一趟比我在地里跑半月还强。对啊，趁天还没冷下来，咱们再多跑几趟。就是，这么好赚的营上，怎么就给停了呢？先前那些样式，往后我们家都不做了。为啥呀？这么好做的营上，萧家妹妹，是不是我们哪里做错了？是不是我分账时拿多了？我把钱退回来。不是，你们误会了。你们想啊，咱们这边关镇就这么大，方圆几十里的军户村农户家，该买的姑娘媳妇都已经买了。这发头培花是玩意儿，又不是米面粮油，天天得用。再说了，过几日集市，肯定有伶俐的商贩跟着卖，
咱们要是再做的话，那才是砸手里了呢。是这个理儿，就像那年的草编兰花，一开始还能换个鸡蛋，后来家家户户都会编，白送都没人要了。正是这个意思。不过夏正在跟我嫂子学新的花样，那是个精细活，市面上绝对见不着。等我学成了，还需要大家帮忙跑货，到时候咱们再做新的生意。那感情好啊，有新花样，那可太好了，我们就等着听萧家招呼。那个阿月妹子，既然你们不做了，那我们可以自己做些发店，拿出去卖个零散吗？我不是要抢萧家的生意，就是碎布头也花不了什么本钱，能做一根卖一根，也能换2个铜板，给家里娃儿添口吃的。自然是可以的。在这儿聚着的都不是外人，没道理其他人可以仿造去卖，让那些不相干的商贩赚了钱，却不让自己人沾点光，是吧？这些饰品的制作本就不难，有心学，看也看会了。你们想做尽管做，去镇上卖，去村里换，都随你们。苏娘子，谢谢您，我一定好好做，不给您丢人。谢啥？如今这世道，钱难赚，粮价又涨，咱们自家姐妹能帮衬一把是一把。阿和说的对，都是苦日子过来的，能帮就帮。苏娘子真是菩萨心肠，以后萧家但有吩咐，我们绝无二话。嫂子，那等我学成之后，也要再请帮工教他们吗？要是有人学会了，抢了咱们家生意怎么办？不怕，绒花的路子跟发带不一样，那是精细活，讲究配色、造型、独创，他们一时半会儿学不去。况且只咱们一家富，那是靶子，带着大家一起富，才能踩实根基。嫂子真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女子了，往后我定要成为像嫂子这般厉害的人，一个不仅可以给自己底气，还能带给别人底气的人。嫂子早啊，今日风凉，得多加件衣裳。不碍事，正清爽着呢。大壮、二壮，多吃点，今日还得辛苦你们俩耕地呢。阿和起来啦，马上就能吃饭了。如今这军户村里，谁家能天天正经吃3顿饭了？也就咱们萧家吃得起。可儿媳妇娇贵，半点饿不得。现在的好日子全是靠阿和挣回来的，就算天天把他当祖宗供着，我也乐意。谁能带全家吃饱穿暖，家里就听谁的。我才不学村里那些没见识的恶婆婆摆什么臭架子，天天跟儿媳妇打擂台作妖呢，那不是放着福气日子不过，自己找罪受吗？来，鸡蛋趁热吃，补补身子。这几日你都累瘦了。累瘦了？娘，我哪儿瘦了？我瞅着就是瘦了。今日你就别去地里晒着了，一大早沈叔办就让人来招呼了，说是今日地里又会来5个帮工，都是隔壁村听说咱们家给工钱给的实在，主动要来的，所以人手上足够了。你跟阿月就在家里待着，地里的事儿说跟阿军当去看着就成了，地里那边出不了岔子。对，嫂子，有我在呢，货已经卖完了，我也没事可做，正好去地里盯住。行，正好我昨日买回来的番椒和番柿需要处理，我准备试着育些苗，若是能成，往后咱们家做菜可就能添上2样新菜式了。那敢不请好，你尽管折腾，缺什么让阿月给你跑腿，得给帮工们也备些水，别让他们渴着了。这批成熟的辣椒籽足够当做私下的火种了，最后用毅力稳住它们的根基，让它们像寻常植物一样，在明面上缓慢地结最后一次果。昨日带回来的挎包，娘和阿俊他们向来敬重我，绝不会随意翻动，正好可以用来隐藏这批多出来的种子，把它们悄悄种在后院的僻静角落里。1、2、3，整整18个拳头大的番茄。唉，这可为难我了。唉，这一下催生太多了，也是一种烦恼啊。这么多番茄，我肯定不会全部拿出来，太显眼了。想了想，拿10几个番茄，今天就做成菜吃了，种子就能留一些下来，先种在后院的菜地里，其余的就暂时放在房间里当成水果储备，每日啃上1、2个，也能攒一些种子，慢慢种上了。啊，
等你们结满了果子，咱们就能吃上水煮鱼、回锅肉，还有那热辣滚烫的火锅了。但是想想那红油锅子里翻滚的毛肚鸭肠，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估摸着也就上午10点光景，时间还早，得找点事做。先做点黄豆酱备着吧。家里的调味料实在匮乏的可怜，除了粗盐醋和少量花椒，几乎什么都没有。他这张被现代美食养刁了的嘴，早就馋得慌了。尤其是到了这秋收冬藏的时节，若是没有几罐子好酱下饭，那漫长的冬日简直难熬。等冬天来了，他必须把火锅安排上。没有豆瓣酱的火锅是没有灵魂的。但在辣椒丰收之前，他得先把基础黄豆酱做出来，这才是酱料的底子。说干就干。成了。这个地方就很妙了，既温暖又不会过肉，还很适合霉菌生长。菌种将以比寻常快上数倍的速度繁衍，长出那层贵的黄略水丝酱黄。等着酱黄长好了，加野水入缸，再经日晒夜露30天，这黄豆酱才算成了。这酱可以抹在玉米饼子上，也可以拌进糙米饭里，用来炒青菜，可以说是庄户人家最实在的基础酱料。有了它，寡淡的日子就能有滋有味许多。当然，等那几笼辣椒长出来，它还要做一缸红艳艳的豆瓣辣棒酱，那才是真正的灵魂。哎呀，菌菇酱啊，我怎么把这忘了？他们就背靠大山，完全可以制作菌菇酱啊！香菇的平菇双黄，还有那深山里才有的地金生丁，用油炸的金黄，再拌上这黄豆酱，那滋味光是想想就让人食指大动。那里可是未开发的宝库，说起来，他有好几日没进山了。前阵子忙着做买卖，后来又是翻地播种，倒把这座宝山给冷落了。要不今天下午去深山里逛逛？今日奢侈一把。老实说，穿越到这儿这么久，他还真吃过净的白米白饭。军户家里常年是高粱米、四米轮着来，白米金贵，等闲是舍不得吃的。那可今日价钱了50斤，要不是他昨日去粮铺买大米，萧家人怕是舍不得买大米吃。这蒜苗炒腊肉就得配上白米饭才够香啊！快进院儿，我得赶紧生火做饭，别饿着你嫂子。娘，二哥，你们可算回来了！嫂子把午饭都做好了，炒的菜可香了，馋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娘，阿俊，你们回来的正好，快洗洗手吃饭。这怎么让你动手了？你这孩子忙活了一上午，累着了吧？等会儿多吃点啊。没事儿，娘，左右也是闲着，地里的活儿才累人呢。我也想你们一回家就能吃口热乎的。嫂子，这腊肉炒的比娘炒的还香。臭小子，吃还堵不住你的嘴。阿和，你多吃点儿。都想不起上一次吃白米饭是什么时候了。如今这日子，有儿媳想着他，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嫂子，这个你说的那个辣椒吗？真的好辣啊！对，你先适应下，能接受再多吃。大家也尝尝这个，这叫番茄，这味道酸酸甜甜的，还挺爽口的，好吃，跟鸡蛋一起炒着吃，特别下饭。阿月，我进山里走走，采些野物，日落前必回。若娘他们问起，你替我说一声。哎，嫂子你小心些。放心。这一趟定要寻些好君子，再探探那深山里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宝贝。找到了，鸡油菌，这样既能保鲜又不伤菌丝，日后若想培植也容易些。肥厚的像块嫩牛肝，我的异能在他们眼里，大概就是最甘甜的灵泉吧。又来了，那种熟悉的窥视感，很专注，很谨慎，带着审视。到底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你这小东西在装神弄鬼。前2次进山总觉得有东西跟着我，却连影子都没摸着。
今天可算逮住了。你这是在骂我吧？骂的还挺脏。这小家伙不简单啊，这是动物成精了。你说说，你躲在暗处盯着我干嘛？其他小动物都知道凑过来蹭好处，就你鬼鬼祟祟的。怎么，担心我这个人类会抓你去剥皮吗？他是这墨山深处生了灵智的赤狐，见过太多同伴死于猎户的残害，可我身上的气息对他来说太香了，太舒服了，让他忍不住想靠近。行了，你自己玩去吧，我还得干活呢。你一个狐狸懂什么？这些可都是美味，好吃的很。万物有灵，有缘则聚，无缘则散。这品相绝对是100年以上的珍品。小狐狸，你这是从哪儿挖来的？也太厉害了吧！我堂堂一个木系异能者，竟被一只狐狸崽子给鄙视了，还可怜我吃的差。哎呀，你说的太对了，我吃的确实太差了，以后你就照着这种规格投喂我哟，我绝不跟你客气。谢谢你啦，小狐狸，这个灵芝我特别喜欢。我现在要回家了，下回来给你带好吃的。你也快回去吧，外头人类多，不安全。你跟着我干嘛？回去吧，我要下山回家了，要去有很多人住的地方。他这是想跟我下山生活？前世一直想养一只猫或狗，直到末世来临都没能如愿，如今倒是有机会了。你想好了？跟我下山可没有大山里这么广阔，能任由你撒欢。还有，下山后不能随意伤人，知道吗？他等这个机会很久了，这个人类的气息让他感到无比安全和舒适。走吧。乖一点，村里眼杂，别露了馅儿，小心大家把你抓了去。这是真成精了，就这演技，我都自愧不如。哟，这不是萧征媳妇儿吗？你这是又进山啦？对，庄户人靠山吃山嘛。你这一袋子装的鼓鼓囊囊的，又挖着什么好东西啦？让咱开开眼呗。运气好，采了些山菇菌子。哎呀，你手里抱着啥？是兔子吗？这毛色咋红彤彤的？一只赤狐，我在山里碰上的，瞧着机灵可爱，就带回来了。赤狐，瞧瞧这身皮子多好呀，红的跟火蛋似的。这身皮子剥下来，少说能换1两银子，做成围脖，那得是多少大户夫人争抢的稀罕物啊！这狐狸肉质肯定也嫩，炖一锅狐狸汤大补啊！萧真媳妇儿，你这可真是发了。这畜生还凶啊！你个小畜生，横什么横？我跟他有缘，打算养着当个伴儿，没打算杀了卖皮子，更没打算吃他。啥？养着？萧征媳妇儿，你怕不是傻了吧？养这么个畜生，这不是浪费粮食吗？他能给你种地，还是能给你生银子？这就不劳各位婶子操心了。他机灵得很，能自己找食。时候不早了，我还赶着回去做饭呢。好啦，别气了，跟他们置什么气？往后在村里你就跟着我，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嫂子，你回来啦！啊，这么多菌子，嫂子，你这是把山里的菌子窝都给端了吗？差不多吧，今日运气好。呀，这是狐狸，红狐狸。别怕，
这是我在山里捡的，就叫它小红吧，它通人性的。它真不咬人，好漂亮的皮毛啊，像火一样。这小家伙还认生，我去把菌子倒出来晾着。我的娘呐，这么多菌子呢！阿和，这得值多少银子啊？嫂子，你也太神了吧！你进山一趟就搬回来一座金签银山，就是运气好。娘，阿俊，你们先歇着，我去给大壮、二壮添点草料。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来见见家里人。我去，嫂子，你身后跟着的是什么东西？娘，阿俊，这是我捡回来的赤狐，打算往后养着。这野兽养不熟的，而且还咬家妻。它听得懂人话。您摸摸，它不咬人，有它在，黄鼠狼、老鼠都不敢来了。还真是怪有灵性的。行吧，那肯定跟咱们家有缘。嫂子，我能摸摸吗？真软和。嫂子，这狐狸是公是母？叫啥名啊？母的，就叫它小红吧。小红确实太普通了些，毛色像火，尾巴又像淋雨，何该有个好名字？有了！你看它通体红毛如烈焰，尾巴又像枪鹰，不如就叫红鹰。红鹰，这名字好听，又英气又喜庆。红鹰，这名字带劲。那以后你就叫红鹰了，欢迎你成为萧家的一员。阿和，你多歇着，别累着自己。这些菌菇留一部分晒干存储，等到冬日无菌可采时泡发炖汤吗？还是熬制成各种菌菇酱，最能保存风味，又方便食用。不错，鲜咸香辣，层次分明，回味悠长，用来做拌饭酱肯定绝了。怎么，想吃？等会儿给你尝尝。纯大米饭可不敢再蒸了，昨日才奢侈的蒸了一锅纯白米饭，就已经把她婆母肉疼惨了。今天她要是再蒸纯大米饭，她怕自家婆母会撅过去。我的娘啊，这是做的啥呀？咋这么香？嫂子，你又做了啥好吃的？这味道也太香了！快洗手吃饭。好吃，太好吃了！这是神仙饭吧？阿和，这炒饭简直是人间美味，这菌菇酱也太香了，哪怕不做炒饭，单独就着粗粮饼肯定也很好吃。嫂子，开天饭馆肯定天天客满。喏，尝尝咱们人间的饭菜吧。行行行，给你。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吃到这么好吃的炒饭。如今这日子可真好，有了嫂子的日子真好啊。怎么回事？不对，谁在碰我？碰我！媳妇儿，我回来了。阿和。
媳妇儿，我想你，想得厉害。边关解除戒严了吗？那些鞑靼人根本闹不起事，只是小股游情试探，被咱们打退了几次就缩回去了。这几日我值了夜班，今日千户让我们轮休一天，往后就按照正常的值守表当值。那以后你每天都能回家了？能，就跟寻常当差一样，卯时去营里报道，有天下至回家。那就好。你吃饭了吗？除非有紧急军情，不然每晚都能回来的。还没。那你先歇一歇，我去给你做饭。今天中午咱们吃了新饭食菌菇炒饭，可香了，我做给你尝尝。不急，你慢慢来。嫂子可厉害了，那菌菇酱做的，我能就着那酱吃3大碗饭。大哥、嫂子，你们吃饭，我回屋里做手工活了。这是……哦，忘了跟你说了，这是我昨日在山里捡回来的赤狐，我给它取名叫红英，我打算养着做个伴。红英，这是我男人萧征，往后就是一家人了，不许凶他。快坐下吃饭吧。好吃，特别好吃。我来收拾。坐着。平日里你干活还好，今日这才刚回来，歇着去。就这么几个碗筷，我2下就收拾完了。你回屋好好睡一觉，养养神。想干活也不急在这一回。干脆熬成番茄酱吧，可以充当果酱冲水喝，也能抹在饼子上。最重要的是耐放，正好趁这个机会把数量直接糊弄过去。阿月，出来歇会儿，别一直坐着做活。这是我刚刚熬煮的番茄酱冲的糖水，你尝尝看。哇，好喝，酸酸甜甜的，还有点果子的香味儿。嫂子，这是你用那个红果子做的，也太好喝了，比糖水还好喝。喜欢就好。做手工活的劳技结合，眼睛和四肢都需要休息。你这几日学得太拼了，小心累坏了眼睛。知道啦，嫂子。那是嫂子你做的东西，都太好了。以我现在的学习进度，还不能完全出师，更别说招聘其他女工了。这绒花饰品确实是一门精细活，急不得，也马虎不得。正好，在花市买的花种，我还没来得及处理，趁着这会儿空闲，干脆把花市种了。等到花儿开了，到时候鲜花既可以做香包，还能晒制花茶做护肤品，甚至还能制作鲜花饼之类的美食。鲜花的用处还真挺多的，要不要单独买一块地专门种花，或者专门种一片果树？果子的用处也很多啊，这些在边关可都是比较稀缺的中高档货品，肯定能卖上价。这些可都是赚钱的营生啊！我恨不得多出来几个分身，同时开启种植大业。反正种100亩粮食地是种，再种个几十亩的果树、鲜花地也是种。有了木系异能这个金手指，我完全可以多开启几种产业。明日又是边关的赶集日，之前红英送了我2朵灵芝，已经被我收起来了。要不我拿1朵去卖了，换了钱再买一处半山腰的山地，或是山脚边的荒地，专门圈起来种植果树与鲜花。要不今晚给大家做点番茄酱有关的菜品，也算是合理化的展示出番茄酱的食用方式，免得家里人觉得这玩意儿只能冲水喝。喏，尝尝吧。你这小家伙嘴巴还挺挑剔的啊！这片自留地的蔬菜瓜果都是婆母与小姑子平日里在打理的，在种植的时候我人都还没嫁进来呢，自然也就无法用异能滋养这片菜地了。成亲后我也就去军屯地里干了半天活，然后精力都在那100亩地上，自留地这边还真没怎么来过，所以从未使用过异能。这些蔬菜瓜果自然也就比不上自家院里以及我家鸡催生出来的那些蔬菜瓜果口感好吃了。这个小狐狸倒是识货，你再尝尝呢。嫂子，
咱们今晚吃啥？我来帮忙。我下午不是熬煮番茄酱吗？晚上我打算给你们做点相关的吃食，让你们尝尝鲜。好啊，好啊，肯定很好吃。一想到抹番茄酱，脑海里怎么又蹦出了面片烤面包，抹着果酱的吐司。溜，突然有些馋了。或许可以试着弄一个农家版的烤炉。有了烤炉，那就可以做很多美食了。烤面包、烤鸡翅、烤鱼、烤红薯，甚至还能做披萨、蛋挞。而且这也不失为一个生钱之道啊。醒啦，来尝尝我刚做好的酱饼，再尝尝。很好吃。真回来了！刘大哥嘴里可热闹了，嫂子又是做酱又是做饼的，我天天都吃撑了。娘，阿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不辛苦，不辛苦。娘，阿俊，你们快洗洗手吃饭了。哎呦，阿和又做好吃的了，闻着好香啊！娘，二哥，你们快尝尝嫂子今天做的新吃食。这罐子里的是番茄酱，这个叫茄味饼，是用番茄酱抹在玉米饼上的，可好吃了。还有这个番茄酱腌的黄瓜萝卜条，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番茄酱，不错不错，这味道酸甜咸香，还有点果子味儿。这个番茄除了炖汤，还能熬成酱，抹饼、拌菜、炒菜都行，特别百搭。嫂子，你这手艺太好了，我感觉我这几日都有些吃胖了。就你贫嘴。阿和，这番茄酱真是个好东西，往后咱们多做点，冬天也能吃上。对了，明日又是大吉，我就不去了。你们年轻人爱凑热闹，老大，明日你就带着你媳妇儿跟弟妹他们一起去赶集吧。好。对了，我还没跟你们说呢，昨日我进山的时候，红英送了我2朵灵芝。啥？灵芝？嫂子，你说的是那种很贵很贵的药材？百年份的，品相特别好。我打算明天拿1朵去镇上卖了，然后家里留1朵备着。我的乖乖，这狐狸不会成精了吧？竟还会送灵芝！红英啊，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什么时候也带我去找点好东西啊？我不贪心，就1株灵芝，不，半株也行啊。想得美！二哥，你还是别做梦了，红英才不会理你呢。切，不可能！红英，你看我这么英俊潇洒。烦人！这些天，我无数次在梦里梦见过这个画面，他坐在床边，等着他回来。如今梦想成真，我却忽然觉得有些不真实了。杵在哪里干嘛？还不睡觉？萧征，你媳妇儿，你想我了吗？想了吗？我也想你，媳妇儿，我的阿和。儿媳妇儿说了，早上得吃水煮蛋，说是对身体好，尤其他们一家人的身体之前都亏损的厉害，需要长期保持营养才行。虽然听不是很懂什么蛋白质、营养均衡之类的词，但明白儿媳妇儿总归是为家里人好的。她懂得多，见识广，这么说自然有她的道理。反正听着照做就是了。只是吧，每人每天都吃1个鸡蛋，这日子未免也太奢侈了些。可也不好服了儿媳妇儿的意思，最终还是退了一步，改成2、3天给家里人煮1次水煮鸡蛋。就这样，家里的鸡蛋也消耗的非
非常快，主要家没有多余的粮食养家禽。在苏荷进门之前，家里基本都不怎么吃鸡蛋，现在吃的鸡蛋还是后面找村里人买来的。可频繁找村里人买鸡蛋，总归不是个事儿，太显眼了，容易惹人眼红。要不买些鸡鸭回来养着，那样家里吃多少鸡蛋，别人也不知道，既能自给自足，也不招人眼。反正如今家里也有杂粮了，倒是可以考虑把鸡鸭猪都养起来，等养肥了，过年还能杀了吃肉，多好啊！等会儿等阿征他们去镇上赶集的时候瞧一瞧，如果有合适的幼崽子，就买一些回来。老大呢？怎么回事？老大还没起，该不会身子真出什么问题吧？老话都说小别胜新婚，小两口分开这么些日子，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总该好好团聚一番吧。昨晚隐约还听见些动静，想来两人昨夜相处的亲近和睦。可怎么老大反倒迟迟不起床？这也太不对劲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还比不过一个娇弱女子吧？素来都是夫妻久别相聚后，女子身子发乏，懒得动弹，男子反倒精神满面，生龙活虎的，哪有男人反倒起不来床的道理？可现在儿媳妇早早起床，脸色红润的，哪有半点虚弱的样子？而他家那个身高8尺、壮得跟牛似的大块头儿子，却还在屋里睡着，这正常合理吗？照这么看，事情是成了，但主导的却是儿媳妇。老大跟阿和这是不是有些颠倒了？还真是中看不中用啊！他那个大块头儿子，难不成真是个绣花枕头？看着威武，其实不顶用。不行，我必须找老大问问才行。早啊，娘。哎，早饭马上就好，你先去洗漱吧。那个阿正呢？好的。哦，他呀还在睡着呢。是吗？可能在军营训练累着了吧？确实辛苦。阿正，我问你，你身体还好吧？没什么问题吧？娘，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这么壮实的身体能有什么问题？娘，您到底想说什么？老大，你跟阿和那啥，你行不行啊？娘，您胡说什么呢？你看看阿和一大早就起来了，精神那么好，你倒好，睡到现在才起，你自己说说，这对劲儿吗？娘，我前头值了好几天夜班，昨天才刚回来，多睡会儿怎么了？可阿和也没比你睡得多啊，上回也是，你一个大男人起得还没你媳妇儿早。娘，我没问题，我身体好得很，您别瞎操心了。唉，老大，你放心，娘一定想办法给你补补，咱们可不能让阿和失望啊。他简直无话可说了，这可真是亲娘啊！真是个朽木脑袋，跟媳妇儿一起吃早饭，也不知道殷勤点，好好表现表现。往后儿媳妇要是嫌弃他，那都是活该。自己身子骨不济，也不知道多学着体贴人。他家老娘这又是怎么了？怎么总用这种古怪的眼神盯着他？阿正，你愣着干啥？给阿和剥鸡蛋啊！真是笨死了，这种事还得老娘提醒。媳妇儿，你吃鸡蛋。谢谢。这一大早的，这母子俩搞什么呢？大哥对嫂子真好。他算是看出来了，娘这是在给大哥培训呢。阿和，多吃点，这酱拌粥可香了。好，谢谢娘，你也吃。老大，往后你得多照顾着点阿和，知道吗？媳妇儿是用来疼的，可不能让人家受委屈。娘，您放心吧，我知道的。这还用他娘说吗？这可是他自个儿的媳妇儿，他肯定是往心里可劲儿的疼着。这俩人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苏和奥爷们，够院早餐吗？赶紧的，你们收拾收拾，早点出发吧。你们去集场上瞧瞧，看有没有合适的鸡仔、鸭仔，买些回来养着。还有猪崽儿，要是有好的，也买1、2头。等秋种过了，就有时间养了。好嘞。嫂子，咱们今天可得好好逛逛。前几次去镇上都忙着摆摊做生意去了。好啊。娘，那我们出发了。哎，路上注意安全啊！对了，午饭你们就不用惦记着我了，在镇上吃了再回来。我一个人在家吃啥都行，你们别急着赶回来。老大难得休假1天，
得让他和好好在镇上玩一玩，别因为顾及我就急匆匆赶回来，给他们创造点独处的时间，说不定老大能开窍。好。早饭前那会儿，你跟娘在柴堆那儿嘀咕啥呢？感觉他们俩今早有点怪怪的。娘怀疑我不行。什么不行？就是咱们夫妻那方面不行。啊！娘怎么会？因为你金子起得太早了，娘觉得咱们昨晚同房住，应该是女人虚弱，男人精神才对。结果你一大早就生龙活虎的，我却还睡着不起。这不，他就怀疑是我状态不好。下回你别起那么早了，不然显得我很不行。去你的！这也能赖我？不赖你赖谁？我状态怎么样，又有多用心，你是深有体会的。老实说，他也很意外自家媳妇儿的体质，说她身体很好吧，可她又瘦瘦弱弱，身形很是娇小。可要说她身娇体弱吧，但似乎每次无论她怎么造作折腾，她都能受得住。似乎只要睡一觉，她的身体状态就能很快调整过来了。其实早在成亲的那几日，就察觉到媳妇儿的体质特殊了。只是这事儿对他而言又不算什么坏事，反而与他们夫妻之间的相处格外有益。最开始他还担心自己的大体格会伤到他呢，毕竟他实在是身形娇小。但万万没想到，他们竟如此的契合，仿佛天生注定他们俩就活该是夫妻。臭男人，一大早的说什么黄话呢？不过对于这件事，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解释什么。有些事情可以糊弄别人，但对于枕边人的萧征来说，却无法完全的遮掩。最重要的是，他也不可能演一辈子的戏，所以有些事情就让他成为他们之间不用言说的默契与秘密吧。很显然，萧征也很上当，即使有所察觉，他也从不多问或是质疑自己，对自己挑的这个男人十分满意。要是大家一起行动的话，效率太慢了。虽然不赶时间，但能尽早办完事情，也能尽早轻松一些。嫂子，大哥，要不咱们分开采买吧？我陪着阿月，咱们这样也能快些。方才大哥可是瞄了他们兄妹好几眼了，那意思表现的不要太明显，嫌他们兄妹俩碍眼了呗。哼，重色轻兄妹的男人。对，我跟二哥去禽畜市场看鸡鸭崽子，然后再去绣坊买一些原材料和工具。上次嫂子想着先让我练手，所以采买的原材料并不多。现在我已经逐渐上手，之前的一些原材料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比如缠花花定型的铜丝、细镊子、蜂蜡、皮纸，还得买一些天然料珠、珠花，也要花费不少时间了。我打算多买一些。行，那我们就分开行动。43刻在悦来酒楼门口汇合，怎么样？我来镇上好多次，还没去酒楼吃过饭呢，也不知道他们家菜品味道如何。干脆今日午饭就去悦来酒楼吧。啊，那家酒楼呀？听说那家酒楼很贵，一道菜就要1两银子呢。要不咱们还是去之前那家糊饼摊吃，那家的糊饼又大又细。没事儿，咱们偶尔也要换换口味嘛。说是1两银子，咱们挑几个便宜点尝尝鲜就行。现在能重生在这个时代，他可不想继续委屈自己的嘴巴和肠胃。有钱就得及时行乐，谁知道与危险什么时候就来了。好了，听你们嫂子的。他如今只恨自己赚的月俸太少，不能让他家媳妇过上以前那般的富贵日子。现在他只是想吃点好的，他怎能阻拦？行吧。哈哈，苏娘子，这次是拿药还是卖草药啊？来给掌柜的送药材。不知这次是什么？他昨晚特意挑了一托较大的紫灵芝带来，留了一托稍小的在家里备用。这是紫灵芝，这品相，这色泽，少说也有100年份了。这紫灵芝品相上乘，药效十足，按市价，但你和这朵紫灵芝品相1两的重量，能卖个年份有足，我就给你算5两，如何？你这个有2斤3两重，每两重5两算几法，算下来115两银子。好，就按掌柜说的价。毕竟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如今他就一个感觉，他家媳妇儿真是赚钱能手啊，似乎他做什么都能轻轻松松赚到寻常人家1年的脚用。他对于这个卖价很满意。灵芝不比人参珍贵，一朵能卖到100两银子，应该已是极限了。虽然有计划种植花果，但没打算立马就实施。毕竟种植花果与粮食蔬菜不一样，需要好好的挑选一个适合圈起来的地方，最好是半山上。所以现在不急着购买花果种苗，今日只是单纯来淘宝的。但一圈逛下来都没有他特别想要的，大多都是日常能买到的花草。虽然品相不错，但并不稀奇。去胡适那边瞧瞧，他家媳妇儿就喜欢一些新奇的事物。估计只有胡适那边才有他会喜欢的小玩意儿了。走吧，去那边看看。所谓胡氏，就是番邦一族的交易区，边关镇地处边陲，与周边几个小国接壤，常有胡商来此做买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么一片专门的交易区域。光这么看，还真不容易分辨出来是什么种子。小娘子，这些都是我从周边2国收集的种子，有的是粮食，有药材，有的是花草，但具体能长成什么样，我也无法保证。
正好遇上今日赶集，你瞧瞧有没有你喜欢的，我便宜处理了，一律20文一袋，任你挑选。买完这些，他还得赶着去东国采办新一批的货物呢。20文一袋，任意挑选，这不就跟后世开盲盒差不多吗？别人或许无法分辨这些种子，但我可以。看了好几袋的种子，都不是很感兴趣，有的是普通的麦种，有的是豆类，还有几袋已经失去了活性，种下去也发不了芽。咦，眼前这袋种子颇为眼熟啊，这不是葵花籽吗？这不就是他们吃瓜群众最爱嗑瓜子吗？说到这个，他也是前段时间才知晓，大晋的老百姓是有嗑瓜子的，但他们嗑的瓜子并不是他认知里的葵花瓜子或南瓜子，而是西瓜子，倒不怎么馋嘴。我想到的是葵花籽油，这个时代的油盐糖那可都是翘首货啊。寻常百姓家吃的油大多是猪油、豆油，但产量都不高，价格也不便宜。如果我能种出大面积的葵花，那就能榨出大量的葵花籽油了。葵花籽油清淡、健康、不油腻，那大家也能多一种食用油了。而这也是一条生财之道啊！这袋种子，甜菜种子，这么巧吗？刚刚他还想着油盐糖太稀贵，要是有其他的替代品就好了，结果就让他发现了葵花籽，现在又发现了甜菜，说不定可以利用这个路子打通某些关系，甚至往军中供货。荞麦，不对，准确来说应该是甜荞。荞麦原生小众作物，大晋种植的极少，至少目前边关没有。但我知道荞麦其实是个宝，它生长期极短，只需70天就能成熟，绝对是灾后补种的神器。而且它耐高寒耐荒地，夏秋2季都能种，荒年别人颗粒无收，荞麦却能实现2季丰收。其次，甜荞的口感比普通荞麦软糯，还能酿酒，制作成代餐干粮，行军携带也十分的方便。就这3袋了。好嘞，成会60文。看着媳妇儿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也忍不住开心。咦，他刚刚似乎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果然是奶制品。这个干奶块我要5块，海藻块我要10个，一共650文，对吧？如果可以，他倒是想多储备一些干奶块。至于海藻块，这玩意儿用水泡开，1小速度就能煮1锅汤了。10个海藻可已经够他们家吃很久了。主要这东西也不能天天顿顿吃啊。这个干奶块我要5块，海藻块我要10个，一共650文，对吧？小娘子算账可真厉害，没错，就是650文。挑了几张品相不错的鹿皮和兔皮，打算天冷下来给家里人做保暖的衣物。一通挑选下来，又花了几两银子。但今日这一趟格外满意，收获很多呢。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往悦来酒楼的方向走吧。啊！应该是费了好大力气在山里摘下来的，也是不容易了。显然，老大爷的果子无人问津。这山里的果子口感应该不是很好，现在多余的银钱大家都换成了粮食储存起来，谁会愿意花多余的银钱在这些野果子上呢？这些果子直接吃肯定不行，应该还不算好。他昨日还琢磨着试一试酿果酒来着。老人家，这柿子和梨怎么卖？小娘子，1贝篓10文钱，2贝若是想要，我算你18文便可。这些果子都是今早刚从深山里摘的很，虽然品差了些，但味道还行，拿回去煮一煮，软软的，也挺甜的。好，我都要了。之前并没有动手酿过酒，大概的步骤是知道的，所以我打算试一试，反正也成功了。倘若成功了，但面对这样的贫苦人家，挣几分血汗钱本就万般艰难，又怎好再去计较分毫，忍心压价？该怎么算就怎么算，卖完就早点回家吧。他家媳妇儿花自己的钱买他想买的东西，谁也说不着什么。我更没有资格治罪。说到底，我如今靠着媳妇儿照付，实打实吃着软饭，哪里敢多言挑剔？傻样，提着这么沉的东西还笑得出来？只要媳妇儿高兴，这点子力气算啥？哪怕再提2个也使得。行了行了，就你力气大，快走吧，可不能让阿健和阿月在悦来酒楼等久了。嫂子，大哥，走，咱们先进去找位置坐下再说。这几人穿着虽普通，可走在前面的这一男一女，气质真是不俗。男的像是战场上退下来的军爷，女的从容不迫，哪像什么村妇。开门做生意可不能看走眼。几位客官，里边请。那边是空着的吧？空着空着。你们家有什么招牌菜啊？客官，咱们店的招牌菜有红烧烧羊肉、笋焖鸡、酱骨头、酱板鸭，葱爆羊肚也是一绝。除此之外，还有菌菇烧豆腐、荷叶粉蒸肉、蒜苗炒肉、酸菜炖白菜。
你们呢？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嫂子，你点便是。对，你点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不挑食，你去着你自己想吃的点就行。酱板鸭来1只，一半给我们装盘，一半帮我们打包。然后1份笋焖鸡、红烧羊肉、葱爆羊肚，再来1个菌菇烧豆腐、清炒时蔬，最后来份3鲜芙蓉羹配大米饭。好嘞，客官稍等，菜马上就来。果然不能小瞧了任何人。喝点水。这几位瞧着穿着很一般，可没想到一出手就是3个招牌菜呢，真是人不可貌相。你们置办的怎么样？东西都买齐了吗？绣活的材料和工具都买全了。嫂子还真被我猜中了，那个苏兰真学我们卖饰品呢，我瞧了，跟我们之前卖的差不多，发带、发绳。最气人的是，沈家人也瞧见我们了，但人家可一点也不心虚，反而照常吆喝着客人，那叫一个理直气壮啊！我还瞧见有几个摊位也在卖跟咱们差不多的发带簪子，而且价格还比咱们便宜1、2文钱。好啦，别气了，这种情况咱们不是早就料到了吗？手脚长在别人身上，咱们也不能拦着别人不许做啊！哼，我就是气不过嘛，沈家人明摆着跟咱们家作对，真是厚颜无耻。那你们观察过没有？他们几个摊子的生意如何？我跟阿月特意站在不远处看了，发现询问人是连友，但最终花钱买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是看看就走了。对，但我瞧了，沈家还咱们做的样式与手工都没咱们家好，看着有些粗糙。不过沈家的摊子摆的还挺大的，我估计他们做了不少货，就不知道今日能卖出去多少了。多半砸手里。哼，咱们之前敢做那么多，那是因为有后招，最重要的是提前抢占了先机。现在周边村镇都被咱们销售的差不多了，沈家还大规模的做了那么多，怎么可能卖得干净？他们可没自家嫂子这般聪明。客官，你们的菜来了。好啦，咱们不说他们了，咱们美美的吃一顿，等会儿去买鸡鸭崴子，还得赶在下午回去呢。好香啊！愣着干什么？吃啊！难得来一次，都别客气。吃吧。好吃。来看看啊，京城新来的发带簪花，样式好看，价格公道。姑娘，过来瞧瞧呀，这簪花可好看了，戴上保准漂亮。不是说这门生意很好做吗？瞧看看，咱们到现在才卖出去多少？该死的！为了这门生意，我可是把自己攒下来的所有私房钱都贴进来了，就连家里的老本也一并投进来了。本以为做这么多能净赚上3、5两银子，毕竟光成本就花了1两半的钱，还招了好几个村妇忙活好几天，我自己都累得腰酸背痛。现在要是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啊？不行，咱们可花了不少的成本，再降价就赚不到什么钱了。我绝不能降价。同样的生意，苏寒那个贱人能赚大钱，我却还要亏本，这怎么行？我不服气。这些饰品可都是我辛辛苦苦熬了好几个大夜做出来的，要是便宜处理了，我这几天受的罪算什么？再者，我还想借这次机会在沈家多赚点钱，拿回话语权。要是搞砸了，以后我还不得一辈子被他们全家人呼来喝去？更何况我现在都比脸还干净，没钱寸步难行的滋味简直是生不如死。我必须要属于自己的钱，必须！不急，这会儿时间还早，没准会儿就有客人来买了。如今萧家没摆摊了，那咱们就是整个镇上卖发带最大的摊主，肯定能卖出去的。哼，最大的天主有什么用？卖不出去就得砸手里了。就是，早知道这么难卖，我就不做了，累死累活的还赚不到什么钱。都怪你！非说这生意好做，让咱们投这么多钱进去。要是这些饰品卖不出去，我要你好看！怎么就怪我一人呢？当初不是你们吆喝着做这门生意的吗？现在卖不出去就全赖我了，还不是你没做好？你跟萧征媳妇儿一个地方出来的，没道理人家把日子越过越红火，你啥也做不好吧？你说说，我儿娶你还有什么用？就是，早知道这样，还不如把钱留着买粮食呢。娘，我饿了，咱们本来就没吃早饭，现在都这个时辰了，我肚子都快饿扁了。好啦，娘给你拿几个铜板，你去买点吃的吧。喏，你看着买点菜包回来垫垫肚子，晚点回家咱们再做饭吃。哎呦，这肉饼真香！好吃。娘，我也好饿啊！哎，拿去吧。娘，我的呢？我这一天天的，真是欠你们的，一个个的就跟讨债鬼似的。娘，这咋的？你还嫌弃上了？有吃的就不错了，竟还挑3拣4！你当咱们家是富贵人家呀？肉饼多贵呀？你还想一人一个咋的？我这么费心费力的是操持这些，还不是为了帮家里改善生活？甚至在我的面前大口的吃着香喷喷的肉饼，你还不赶紧吃了，继续吆喝！知道了，没事儿，
等我赚到钱了，就给自己买2个肉饼吃。我绝对不会认输，绝对不会。我看你也是中看不中用，之前说的好听，也就光会动嘴皮子。我一定要把这些卖出去，我一定要喝的发呆打你们的脸，心道的恨带打你们的簪花，我让所有人知道，我苏兰一点也不比苏荷差。天哪，我们一顿饭竟花了1两6千银子，在大哥还是总旗的时候，月俸也才5、6百文，而我们一顿饭就相当于吃掉了大哥3个月的俸禄。方才吃的有多美味，现在就有多心慌。娘肯定不会对嫂子动手，但他们兄妹仨就未必了。你们俩这是怎么了？嫂子，咱们一顿饭就吃了将近2两的银子，太吓人了！他们家的菜咋这么贵啊？早知道我就不吃了。我现在十分后悔。我知道酒楼里吃饭很贵，但没想到几道菜就花了将近2两银子。对啊，娘肯定要骂死我们了。老娘的怒火我可受不住啊！一顿饭就霍霍了1两6千，这已经不叫败家了。咱们不说，娘也不知道啊。你们要担心被骂，就少说点呗。多简单的事啊！这事我肯定不会主动多说什么的。虽然目前婆母对自己很宽容开明，但我也不会因此就事无巨细，啥事都跟婆母老实交代，适当的保持一些空间，才是最好的相处之道。要不咱们就报个零头？我看行，一顿饭600文，其实就这个数也不算便宜了。在寻常的小食摊子上吃顿饭，我们一家最多也才100来文钱。就这个数，可我们今天去的是镇上的悦来酒楼，是个人都知道的悦来酒楼的饭菜不便宜。我们要是报得太低，反倒会引起老娘的怀疑。你们看着办，我配合。我觉着这钱花的特别值，自打嫁进萧家以来，还是头一回吃的这么尽兴踏实，肚里和心里都舒坦极了。再说了，咱们辛苦挣银钱，不就是为了吃饱穿暖，认识线下的庄姐？郭月明他们肯定舍不得这般花用，慢慢来就好。等以后家里日子宽裕，不缺银钱了，他们自然也就放得开了。这只不行，瞧着有点蔫儿。这只可以，精神头不错。嫂子，你瞧，这只鸭仔有劲儿。不错，这只确实不错。老板，鸡仔跟鸭仔都怎么卖的呀？嫂子，买金鸭的钱娘给过我了。既然婆母自己有出钱，那我也不会大包大揽。行，包括今日小姑子采买原材料工具那些，也全是她自个儿出的钱。之前我也说了，这门营生我不掺和利益分配，那自然也不会再出钱，投入与收入都由他们自己安排分配。63文。放走吧。在嫂子上门之前，我们家很少舍得用糖盐，都是抠抠缩缩的用着，能省就省。如今我们家消耗最快的就是糖盐香料这些了。这对他来说，就如后世日常进超市购物一样，差不多1周就会添置一些消耗品，很寻常的。这一趟怕是花了不少银子吧？看来我得尽早做些溶质般饰品去卖，我可不能让嫂子一直花钱。肯定不会少。我前些日子辛苦攒下来的家底都不够给嫂子买单。哎，说来说去，我赚的还是太少慢了。就连小妹都比自己有钱，我怕是家里私房钱最少的那一个吧？不对，我比大哥还是要富有那么一丢丢。据我了解，大哥身上应该没什么银钱，他才是家里穷的垫底的那一个。回家后你别跟娘瞎叨叨，毕竟我们娘向来节省惯了，最见不得乱花钱。要是让她知道嫂子今日花费了这么多，担心她心里不舒坦。我虽然还没讨媳妇儿，但村里的婆媳问题我可见过不少。要你说，你管好自己的嘴巴就好。嫂子是为我们花的钱，我才不会傻了吧唧的什么话都说。我从未像现在这般感觉时间紧迫，我深深感觉到自己还做得还不够努力。我现在迫切的建功升职，然后养媳妇儿。照我现在的月俸，也就够我媳妇儿去一次悦来酒楼吃饭。若还想买点其他的，我都满足不了。这一刻，我的心情既紧迫又沮丧。他值得更好的生活。明日回营地后，除了加强操练自身的武力之外，我还是有必要多走动走动，创造一下机会才行啊！不能一直被动的等待着。我要升职，要赚更多的钱，要让媳妇过上她想要的日子。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的行为激发到了他们兄妹3人。走吧，咱们回家啦。好嘞。娘估计还在地下守着。现在家里养了1牛1骡，每日需要投喂不少的草料。如今我每天早晚必做的一项活事，就是去山脚边打满2筐草料。这些草料我们寻常人也吃不一样。今日辛苦你了，赶快吃吧。之前的只能算练手，做出来的饰品或多或少都有些瑕疵。这一次材料齐全了，我打算正儿八经的开始制作，争取把嫂子说的那些花样都给做出来。到时候我们的产品量就更丰富了，肯定能卖得更好，还是赚钱的感觉更好。我可没有养家禽的经验啊，面对如此幼小的他们，我有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真哥，你赶紧给这些贼鸭弄个小棚子吧。好，交给我来。
如今我有2个大木箱子，都是萧征为我置办的。一个大木箱子存放衣物，一个大木箱子储放物品。太好了，我的乡村版烤炉可以实施了。得赶紧把大概的烤炉图纸画出来，找人尽快做出来。我忽然想到，再过10来天就是中秋节了，正好我可以做些月饼出来，当做节礼。现在我这边基本算是稳定下来了，那该有的人际关系也得活络走动起来，不能关着门就过自己的日子，该有人情往来不能少。月饼在这个时代可是稀罕货，寻常百姓家根本吃不上。如果我能做出来，不仅能给家里人一个惊喜，送礼也绝对拿得出手，说不定还能拿去卖呢。毕竟我要制作的月饼跟如今边关吃的月饼可不一样。我画得很仔细，回想着后世刷到的那些烤炉的形状、大小、进风口、出风口、烤盘的位置。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简易版的土烤炉，用一些石块与泥土就能搭建，成本低，但效果却很实用。这是什么？我画的这个是烤炉，我想做一些新鲜的吃食，但需要在院子里搭建一个这样的烤炉。原理构造比较简单，用石块与泥土能做出来。内部是一个拱形的烤膛，下面是生火的地方，上面是放食物的烤架。这个烤炉虽主要功能都一样，能让它烤出面包与糕点就成。不难，我能做。作为家里的长子，基本各方面的活计都得会一些，可以不精，但却不能不会。搭建一个简单的烤炉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真的，我还琢磨着请几个泥匠来帮忙呢。不用，这点活我带着阿俊就能做，没必要花这个钱。要这点活我都干不了，那我这个当丈夫的也能在媳妇面前体现下我的用处。这次回家跟阿俊他们聊了才知道，在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努力的做事干活，不管最终做的如何，但至少每个人都在体现自己的价值以及对这个家做出的贡献，我自然也不能拖后腿。那好，等我把图纸完善一下再给你。我的媳妇儿真厉害，她总是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也总能把日子过得生机勃勃。似乎有她在，这个家就充满了希望。你看看呢，有哪里不懂的再问我。没问题，我现在就带着阿俊操办起来，今晚就能给你做出来，明日你晒一天，差不多就可以用了。这会儿才申时4刻，天色还大亮着，完全有时间做出来。况且这个烤炉的做工并不复杂，以我和阿俊的速度，最多2个时辰就能完工。好，那就辛苦你们啦。不费啥事儿，你先歇着，我去弄。阿俊，走，去村里弄烤炉的原材料。来啦！果子都娇气不耐放，不能一直闷在背篓里，也不知道背篓底下有没有坏果，必须先筛选一遍，选择好果来酿酒。嫂子，你这是打算做什么？我来帮忙。我想酿果酒，柿子和秋梨各酿一些。酿果酒？我还没喝过果酒呢。嫂子，这个怎么酿啊？酿酒最主要的就是果子必须完全成熟，没有烂斑、破皮，总之不能有一颗坏果，不然容易让整坛果酒都发酸坏掉。农家自制的，用来发酵最合适。还有这个器具不能沾油沾水，瓦盆、陶瓮跟木勺这些也要晒干擦净。这梨不能用水洗，沾了水也容易坏。我记住了，嫂子。这梨皮不用去除，带皮酿制的果酒更有风味。嫂子，这梨糜要捣多细？不用太细，带点果肉块正好，发酵出来口感更丰富。好在我的记忆还不错，之前刷到过的博主视频都还有些印象，所以我现在也是7分理论，3分自行尝试。阿月，去灶屋拿点熟糯米过来，加点进去，可以增香，稳定发酵。好。这还多亏了嫂子这几次的添置，否则我们家哪来的熟糯米啊？好了，接下来就是密封发酵了。这里通风好，温度适宜，最适合发酵。等发酵好了，用干净粗布把果肉渣滤掉，只留清亮的梨酒，装进小瓦罐里密封。这果酒越放就会越醇香，十分耐存放。秋日的气温刚好，静放15到20天，等果肉下沉，酒液清亮就算成了。嫂子，我都有些迫不及待的想喝了。好，等酿好了，第一个让你尝尝。我也是估摸着时间，猜想着几个孩子应该从镇上回来了，于是就先一步收工回来了。剩下的活儿也用不上大壮，他们收尾就差不多了。哟呵，你们这是在干啥呢？
哎，你们这是干啥呀？我跟阿月正试着酿果酒呢。今日赶集正好遇上卖柿子跟秋梨，我就打算试试，也不知道成不成。那肯定行。自从苏荷来了我们家后，就没有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凡他想做的，就没有不成功。儿媳妇心里必定也是有成算的。他们俩在干嘛？又要种什么菜吗？娘，他们在帮我做个烤炉。烤炉？那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用来烤东西的土炉子。我想做一些面包跟糕点，这样咱们家就能吃到更多美味的吃食了。行，你看着办就成。需要什么就跟我说。我虽然还是不太明白，但我却十分尊重儿媳妇子的想法。想着再过10来天是中秋节了，打算做些月饼给大家吃，顺道也能当做节礼走亲访友。月饼那又是啥好东西？我突然想到，这里的人在中秋节吃的饼子都不叫月饼，而是一些类似圆饼、公饼、糊饼的叫法，就是用一个面粉做的。等烤炉做好了，我做出来给你们尝尝。那顾得好啊，咱们又有口福了。那你们继续收拾着，我去弄晚饭。好。大哥，这烤炉要挖多深？深1尺左右，再铺上碎石夯土地基，以防雨水浸泡，炉体坍塌。好嘞。走，这样便于聚拢火气，高度约有3尺5，这样普通人站立烘烤也不用长时间弯腰了。而亭后有2指宽，用石块错缝堆砌，缝隙再用耐火的草泥抹平。这烤炉有3层，下层是落灰的通风层，最底部留一个长方形的通风口，通风口巴掌大小，可以塞木塞或是毒草调节茅草，清理灰烬也方便。炉中层是明火烧仓，空间设计比较好，如此锁住宽敞，架上铁篦子不后石灭了。至于上层则是焖烤熏制层，炉口适当收窄，搭配厚重果布糕点，完全是一物多用。这设真是巧啊，嫂子也太厉害了，怎么能想出这么多名堂？你嫂子脑里装的东西多着呢，你多学着些。方便他家媳妇儿在制作东西的时候，可以放一些调料、陶罐、食材之类的。大哥，这烤炉看着真不错。等明天阴干1天，后天就能用了。阿和，烤炉做好了，你来看看满意不满意？这么快就做好了？啊！比我想的还要好，真哥，你太厉害了。这有啥？你图纸画得好，我才能做出来。明天就能用了，到时候我做面包给你们吃。好。开饭啦！今日买回来的2竹篓野果，秋梨估计能12斤果酒，柿子能出15斤左右。这一批只是试水练练手，即便是搞砸了，也没太大的损失。今日赶集如何？挺好的，我的绣工活材料都买齐全了，还挑了5只小鸡仔、5只小鸭子。我刚去瞧了，你们挑的不错。这鸭子是咋回事？娘，你是不知道，今日嫂子带我们到悦来酒楼见世面去了。阿和曾在京城过惯了富贵日子，确实是委屈他了。娘，我们今日赶集还看到沈家摆摊天价都一样呢。早就料到了，就刘翠花那德行，是她能干出来的事儿。不知道他们今日卖的怎么样，能不能卖完？卖不完喽！我回来的路上遇到你们赵兰婶子，她说沈家带了满3大竹筐回来。啊，剩这么多，那岂不是砸手里了？若是镇上没有其他跟风的摊子，他们或许还能慢慢卖完。可如今跟风的人不少，怕是难了。真哥说的对，单靠赶集怕是很难售空，说不定下次赶集还会有更多人跟着卖。我看就是他们活该。好了好了，那也是别人家的事儿，与咱们无关，咱们只管做好自己的事儿就成。吃饭。阿俊，你想不想再赚一波快钱啊？当然想啊，这年头谁不想赚钱？嫂子，你是不是又有什么赚钱的好？快说说。你可以找江虎合作，把剩余一次进货，要谈打包价而不是零效价。至于你们以什么价格卖出去，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与他们沈家就没关系了。嫂子，这行吗？他们愿意低价卖给我们？不卖他们才真砸手里了。你们帮他们承包下来，相当于帮他们转移风险少，减少了损失。嫂子，你的意思是去周邦的村镇卖？没错，不过在跑货前，最好让阿月帮你们2次加工一下，完善下细节，这样就更好卖一些。江湖那孩子不容易，家里没个男性长辈撑着，我也是想着多磨练果粒阿俊。对，没错。好，嫂子，我知道怎么做了。好了好了，赶紧趁热吃饭。红英呢？红英是不是还没回来？今早去赶集，才买不少东西，带着红英不方便，且有些招摇过市，所以让她回山上玩，等下午玩的差不多再回来。可回来后各自忙活，竟一时把她给疏忽了。难怪今日家里格外安静。这几日只要她在家，红英总是寸步不离的黏着她。对啊，红英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在山里遇到野兽了吧？难不成她不想回来了？阿和不说，我还真没反应过来。别担心，红英那么喜欢你，肯定会回来的。估计是在山上玩得太高兴，忘了时间。等会儿吃完饭，就带着阿俊去半山腰看看，大声喊一喊，绝不能让媳妇着急。但愿吧。
是红英回来啦！我的娘嘞，红英你也太厉害了，你这还真是个寻宝的好手呢。红英真棒，又找到好东西啦。回来就好，下次可别这么晚回来，我们会担心的，知道吗？红英啊，红英，你咋不偏心点我呢？咋就只给嫂子找好东西啊？下次能不能也给我找一朵呀？那我就可以躺着享福喽。年纪轻轻的就想着躺平享福了，我看你今是肉吃多了，脑子都油住了。今晚这盘酱板豆你不许吃了。起来啦，赶紧把早饭吃了吧，我给放在锅里温着呢。看来昨晚臭小子有努力，这才对嘛。对了，真哥什么时候走的？他吃了吗？天刚亮就走了，你不用担心他，他一个大老爷们儿，一顿不吃也不会怎么样。他这个儿媳妇还真是关心那臭小子，他自己都还没吃早饭，竟还想着阿争吃没吃。放心吧，我给他几缸的饼子，装了2水煮蛋。到了营地，虎房还有饭吃的。还有2日，他们家100亩地的丘种就算彻底完工了。接下来只需让10名长工日常服维护就成。娘早已敲定，且也已经他们沟通好了。等丘种结束，下一步就是考人翻新一下这座院子了。墙体太老旧了，时不时的掉些泥灰，地面也不平整，院子与屋顶也要加固规整一番。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必须修建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出来，就是内侧与洗浴间于一体的那种卫生间。单独再来搭建一搞花木质小房子的事儿，他现在有的是时间，不着急，也便于一步步的来。这个时代有着很多的机遇，他可以慢慢去创造。今日我在家，红英自然没有外出，跟着我的脚步来到了后院。她在身边蹦蹦跳跳的，时不时的发出吱吱的叫声。以此可见，木系异能的能量波动有多受动物们的喜欢。他给了红玲2根萝卜，毕竟他的胃容量就那么点儿，剩下的就全给了二壮。至于大壮，只有等晚点他回来了再给他加餐。这段时间全家最辛苦的就是他了。江湖，昨晚我嫂子提了个事儿，你听听咋样？干！只要有钱赚，我肯定干。只是咱们一次性承包的话，怕是要不少钱吧？再过半月，天气就要逐渐冷下来了，家里需要添置的过冬物phẩm还很多，否则这个寒冬他们一家就很难挨。我这里还有2两左右，加起来足够了。沈家总能花了这么多本钱吧？而且我嫂子说了，咱们要学会压价，不能沈家说什么咱们就给多少。你说的有道理。但沈家不是一直都你家不对付吗？他们卖不承包收他们的货，岂不是在帮他们？这你就不懂了吧？成大事者得有格局，就是说咱们要想成就得有大点的凶气度，眼光长远，不计一时的私炫。好深奥啊！但嫂子说的肯定没错。总之就是弃小冤抓大利，没必要跟钱过不去。其实昨晚小妹也问了跟江虎同样的问题，嫂子在桌上跟他们薛妹俩讲了不少为人从商之道，她也没记得齐全，但这几句话的意思她却记住了。对，有钱就得赚。那行，咱们商量下下午怎么去跟沈家交涉。我觉得还是由你去比较妥当。我若是直接露面的话，沈家反而会怀疑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万一他们故意拿桌不卖给咱们，那这门生意岂不是做不成了？行，没问题，我去。比赛总算弄得差不多了，今日再忙一下午，100亩地就彻底完工了。我已经通知他们傍晚下工后来领工钱。阿和，咱们家的铜板够吗？够的，提早就准备好了。这菌菇酱真香，感觉配什么都好吃。嫂子，我跟虎子商量好了，下午由虎子出面跟沈交涉，看能不能把们剩下的货全部承包了。你们能这么考虑挺好的，这说明他们真有在用心琢磨这件事，有自己动脑子，而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娘，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什么事啊？就是咱们这座院子这些年没怎么修缮过，墙体有些老旧，我想趁着今日给帮工们结算秋种工钱的时候，顺道把修缮院子的事说一说，找10来个人继续干活了，就翻试一下，不大改造。
主要我想在西厢房旁边建一个小隔间，作为沐浴卫生间，实在有些受不了公桶与旱厕的解决方式。其次，它也很爽快的洗澡沐浴，而不是靠着木桶洗漱，还得弄得屋里的地面到处都是水，长此以往，整个屋子都要变潮湿了。卫生间，你的想法不错，就按你的想法来吧。不过这钱得由宫中出，断不能让你自己承担。当时你们小两口成亲那会儿，家里有限，屋子也没好好规整过，就只贴了几张红纸，勉强凑点喜气。这本就是该家里置办的开修补。咱们这院子确实也好些年没翻修过了，正好趁着农忙闲下来翻新一下也是好事。谢谢娘，一家人说什么谢？这日子有了目标，就变得格外有盼头。显然是阿苑做给他玩的，这小家伙玩的可真起劲，但还得烧火把内部烘烤一番，如此才能彻底让炉体烘干定型。等明日就能正式使用了。十人皆是营中精锐，肩扛百户之责，手握麾下百名兵兵。今日越剧武斗，拔得头筹者，营胜下拨物资嘉奖。第一场，陆大川对阵许成一，开始。陆百户压上去，许百户稳住啊！第一回合，陆大川胜。第二场。林大海对阵王彪，林大海胜。待到几轮比试尽数落幕，全场目光齐齐汇聚到最后一组。二人是这批百户长里最为拔尖的存在。在营中素来齐名。开始！这力气竟比上次切磋大了这么多，怎么回事？以往我完全能跟他周旋好一阵，现在接了3招就已十分吃力了。萧的身手怎么突然变得这般强横？不过月余10日，为何变化这么大？难不背着他背着偷练功了？胜负已分。这么快就结束了，才一盏茶的功夫都不到。谁也没料到，这2位公认最强的百户长对决，竟结束得如此之快。萧百户好身手，太厉害了！你们有没有发觉，萧百户比上次又强了不少？每一招都势大力沉，这力气怕是整个前营都找不出对手了。怎么会这么快就输了？或许是沈百馆没做好准备吧。肯定是一时不察被钻了空子。萧征这武力当真是越发惊人了，短短月余不见，怎的力气又长了一大截？他背地里究竟练了什么法子？难不成偷偷吃了什么强身健体的补药？再这么精进下去，日后上了战场，这一拳头怕是都能直接锤死一名敌兵。本以为2人会缠斗许久，没曾想沈峰竟这么快败下阵来。不过萧征的武力着实让人惊叹，我手下能有这么一位猛将，怕是再难找出第2个这般勇猛的干将了。此番武斗最终胜出者，前营蓝百户萧征。把这些物资带回去，媳妇儿见了定然会欣喜不已。萧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萧征找出他变强的原因，然后超越他。千户的位置只能有1人。今晚回家，媳妇儿看到嘉奖的物资，一定很高兴。今日不是列队操练，就是武斗比拼，浑身上下沾满尘土，衣衫都是汗味。若是这般模样回去，怕是要被媳妇儿嫌弃，不能凌乱邋遢的回去。老萧，步子迈这么急，这是赶着往哪儿去呢？莫不是有什么急事儿，这般火急火燎的？还能做什么？自然是回家吃饭。也不知道今日媳妇儿会做什么好吃的。大川，今日的武斗你莫非还没尽兴？明日一早咱们教场。哎，君子动口不动手，老萧你过分了啊！开什么玩笑？那就别惹我。哟呵，咱们老萧这是孔雀开屏了，一下只赶着回杨帐，竟是梳洗打扮自己去了。真是稀奇啊，肯定是回家讨媳妇欢心呗。没想到啊，没想到，老萧你竟是这样的人。老萧你有今天。老萧，今日的比斗真是精彩啊，恭喜恭喜。不过我有点好奇，你这段时间是不是在暗地里加强训练啊？我怎么感觉你的力气比之前大了不少？吃饱了力气自然就大了。就这么简单？那我怎么吃了这么久也没见力气变大？那是因为你吃的不够。别说众人满心仪，我也是近日才渐渐察觉的不对劲。以往吃饱时全力发挥，确实能力大如牛，但也绝没有如今这般沉厚磅礴的力道。不只是力量变大，体魄体质愈发强健。从前内里暗存的隐疾，脾胃竟尽数消散，只觉周身筋骨强健，气血充盈，仿佛浑身有一股使不的力气。
而这种改变，恰好从苏和只是我进门之后才慢必如此，甚至感觉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修复我的身体，强化我的体质。这一切都与媳妇儿有关。吃饱了力气就大了？我显然不信，萧征这是在防着我呢。我倒是看走眼了，没想到萧征的心思藏得这般深。各位，我家那口子前2日带着孩子也来随军了，我打算明晚在家里置办一桌，就当是暖房酒了，大家热闹热闹。对了，你们都把家属孩子带上，我媳妇儿刚来，人生地不熟的，正好让他们娘们凑在一起认识认识，也能有个伴儿。这次媳妇儿从老家带来不少山货特产，不如干脆请兄弟们来家里吃顿便餐。如今我生了百户，也算彻底在魏硕扎下根来，借此机会也让媳妇儿多跟军户村的家属们接触接触。现在好了，你也不是孤家寡人了，往后下职也有人给你热乎饭了。你让嫂子别费心准备主食了，咱们下职的时候从虎房带点干粮过去。对，别浪费了粮食。行，我也不跟你们见外。老沈，你也带着家属来啊，大家凑一起热闹热闹。虽说与沈峰交情不算深厚，但毕竟是同个营的同僚，明面上的往来总得周到。好，一定来，到时候叨扰嫂子了。心里记挂着自家媳妇儿，恨不得立马冲进家门。哟，小百户回来了，这是下职了。最近边界太平吧？放心吧，边界太平着呢，有我们在，定能护着大家。那就好，那就好。小百户，快进去休息吧。对，不耽误你歇着了。阿宇，陶府这边可以加火煮面了。好的，嫂子。面疙瘩的精髓就在于手揪，而不是刀切。这样揪出来的面疙瘩大小虽不一，但吃起来的口感反而更好。大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你回来啦，时间刚好，我正在煮面疙瘩，再等一会儿就可以吃饭了。你把大家的碗摆在灶台上吧，一会儿煮好直接盛。好，瞧这做法又是一种新吃。这般有滋有味的日子，让我每天的下职都变得格外充满期待。这便是我盼了许久的家，温暖又踏实。你去瞧瞧娘他们忙完没有？娘，阿娟，洗吃饭了，马上就来。刚刚就已经闻到一股馋人的香味了，反正不管嫂子做什么，都铁定好吃。哎呦，这又是什么新吃食啊？酸菜肉丝面疙瘩，一种很简单的面食做法。哎呀，红衣也想吃啊，吃吧。红英也喜欢吃啊。我看这小花什么都想尝尝，慢慢吃，别急。很好吃，比起其他面食，有着另外的独特风味。确实好吃。这面食还能这样做呢，我又长见识了。我合计着先翻新你们小俩口的屋子，等你们那边弄好了，再翻修我们这边的屋子。中间那一晚，你们兄弟俩就打地铺凑合一晚。如今天气还算暖和，不碍事。阿和就跟我和月儿挤一屋。好。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工？我今日下职回来，大川特意招呼我，让我明日下职带着阿和去他家吃暖房酒。他媳妇儿和孩子也来随军了，想跟各家家属凑一曲认识时。我计划的是明日就动工，这天气天天冷下来，修缮的事肯定是越早越好，免得日后天寒地冻，干活不方便，也容易冻着。好，那我下午抽空备点吃食带过去，算作咱们家的暖房礼吧。行，你们安排妥当就好。还有地里的长工，我也跟他们说好了，从明日开始上工，往后地里的活就有专人打理，你也能省点心。好，辛苦娘了。乖，红音，晚上你还是跟着我睡吧。这都好几日了，为什么不让他挨着和睡？
呵呵身上香香的、暖暖的，挨着他睡，他感觉自己全身都很舒服，却发现怎么都推不开门，连窗户也锁死了，气死狐狸了！乖，听话，我大哥睡觉不老实，还爱翻身，说不定会打人呢。你要是挨着嫂子睡，肯定会被他不小心打到的，多疼呀！那个大块头长得就壮硕，他的一拳头那不得把我压成肉饼啊！所以呀，跟着我睡最安全，我还能给你留好吃的。算了，为了不压成肉饼，还是暂时委屈一下自己吧。耶，忽悠成功！又不见人影，为了他当男人的尊严，我这当媳妇的还得日日晚起。哎，天这么搞，不是让我朝着懒媳妇的方向发展吗？也得亏我那婆母是个开明大度的，真要遇上一个苛刻的，我怕是真得坐实了这个懒媳妇的标签。今天家里修缮院子，一刻也耽误不得，得先把屋里的贵重物品收拾起来，毕竟等会儿人多眼杂的，难免有疏忽磕碰的时候。阿和，你起啦，赶紧去吃饭，灶上温着粥，修缮房子的人差不多就要来了。好。大伙儿都来了，快，先在院里的长凳上歇歇脚。小嫂子，你看这房子怎么修缮？具体要弄哪些地方？你说个章情，我们即刻动工。这个你们等一下，这事儿我让阿征媳妇儿来跟你们说。哎呀，阿和昨天说的那个什么卫生间，我到现在脑子里还搞不明白是个啥样呢，哪里说得清楚？还是让儿媳妇自个儿来跟他们详细讲解，免得我传错了话。辛苦各位了。咱们家院子的主体不用动，主要就是把墙面、屋顶和地面修整翻新一下。重点是这个卫生间那种蹲着方便的坑位，埋上用水冲便，脏水另一根主管排到后人的粪池里，这样干净又卫生。在卫生间旁边再隔出一个小隔间当沐浴间，里面留个大木下子的位置，经放下我的木入水绳，能放一些大木托了。主管们用村里能找到的粗竹，凿孔后用桐油密封，防止漏水。压水装置就用木头和石头做，简单好操作。阿征媳妇儿这个想法太妙了，这样一来，茅厕再也不用臭烘烘的，洗澡也方便多了，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是啊，这样的卫生间用起来可比以前舒坦多了。苏娘子这主意太好了，咱们今天也算开眼界了，能亲手做出这样的屋檐，回去也能跟家里人说那言谈。大家过奖了，就是想着能方便些，具体怎么做还得靠各位多费心了。好了，咱们现在就分工，抓紧时间干活，争取早日完工。10来分钟就搞定了。外面的灰尘实在太重，得赶紧出去把红英带走，免得这小家伙被呛着。但灰尘太多了，咱们就在这里坐会儿，等他们把外面弄好了，灰尘就少了。今早天没亮，阿巨就跟江湖赶着骡车去附近的乡镇盐村卖货去了。昨天他们带回来的那批饰品，阿月连夜简单的帮他们改善了一批。沈家的发带饰品虽然都仿着我们的款式来，但有些细节与创意却还不够。我稍微一指点，阿月再加以改善，这批货今天肯定好卖。那2个少年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对卖货这门小生意也充满了热情。今早出门前还特意跟娘说了，打算卖完货才回来，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经过炉了1天1夜的晾晒与烘烤，今天完全可以使用了。下午我打算用它烤些小面包，不仅自家人可以吃，也能当做给露露家的暖房礼。这送礼是有讲究的，既要突出我们家的心意，又不能太过察觉大大，让其他人作何感想。今日去陆家吃饭的可都是阿征一个个营队同僚，思来想去，食材太过金贵的花样得先剔除，还是做最简单也最地道的老式软心圆面包吧。做法简单，还特别适合批量烤制。对，下午就做2款，一个原味，一个奶香味。不过眼下离烤面包还早，地里天干地燥的，我该做点什么呢？对了，边关天气干燥，尘土又大，人很容易上火口活。帮工给大伙煮一锅秋梨水，让他们也能喝上碗，润润嗓子，解解燥，不然这些秋梨再放就要烂了。你自己玩吧，小心点，别往人多的地方去。边关没有现代所用的酵母，只有祖传的老面肥，这种发酵就比较慢，还得注意控温与掌握好时间，不然时间太久发酵容易发酸。上午正好备齐食材，揉面做1次发酵，等午后再2次整形烤制，时间上也充沛。娘，我熬了秋梨水，您招呼大伙歇一休，都过来喝一碗润润嗓。哎，我这就去。大伙都先停一停，歇歇手脚。我家老大媳妇儿熬了秋梨水，都来喝一碗。这秋梨水熬得地道，清甜爽口，喝完浑身都舒坦。多谢阿征媳妇费心了，还特意想着我们这帮出力干活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来我们家帮忙熬一锅梨水罢了，大伙别客气。对，阿和煮了一大锅呢，可以多喝2碗。
哎，那边再匀些泥过来。好嘞。大功告成，瞧着就软糯可口，香甜诱人。阿月，接着来，咱们开始烤第2炉、第3炉。好香啊！嫂子，我以前从未闻过这么香甜的味道。镇上老字号糕点铺的点心跟这个一比，差远了。哇，外皮松软，里面蓬松的跟棉花似的，满嘴都是奶香，太好吃了！好，少不了你的，吃吧。太好吃了，嫂子，这绝对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你才多大呀，就敢说这辈子？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还有数不尽的美食等着你呢。你看，连红英都跟我想法一样。行了，快去把娘也叫来尝尝鲜。好嘞。娘，你快尝尝看，真是好吃。这口感松软香甜，比平日里吃的馒头糕点要好吃太多了。哎呀，这酸酸甜甜的，不仅不腻，风味倒更独特了。娘，你把这些拿去给院里干活的大伙分分，数量不多，就让大家尝个新鲜。这阿和啊，这般金贵少见的吃食，咱们自己还没吃够呢，这就送出去，娘这心里当真舍不得啊。娘，舍小才能得大，咱们家如今在村里本就惹眼，适当分些好处出去，才能拉拢人心。所谓吃人嘴软，咱们这样做，外面能少些闲言碎语，没必要为了几口吃食，平白无给自己树敌。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好吧，听你的，你这孩子总是有长远考量，都在为这个家打算。大伙儿都先歇一休，手里的活先停一停，别忙活了。这是我家阿和新琢磨出来的吃食，叫做小面包。这玩意儿可面粉了，没做多少，本是阿和做来送礼的，但他见大伙儿帮咱们家干活实在辛苦，特意让我拿来给大家尝尝。东西少，只好让大家一人尝尝味儿，大伙儿可别介意啊。泡的秋梨水就极好，谁想到下午还有这等稀罕物。这东西太香了，又软又甜，比镇上糕点铺的点心还要好吃。难怪这香味飘了满院子，口感居然这般稀罕。萧家媳妇儿真是手巧，啥新奇东西都能做出来。能娶到这么能干的媳妇儿，萧家真是有大气啊！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得带回去给家里的娃娃尝尝。他们长这么大，还从未吃过这么稀奇的吃食呢。是啊，萧家对待咱们当真是实在厚道，这般费面的好东西，竟也舍得分给咱们，太有心了。嫂子，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下午吃了好几个小面包，我这会儿还不饿。算算时辰，你大哥也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可收拾好了？收拾好了，就等你了。你这一身灰扑扑的怎么行？快去换洗吧，干净衣藏都给你放在床头上了。好，我很快就好。娘，昨日征哥带回来的那2斤羊肉，你们今晚就切了做了吃，可别留着了。家里烟熏风干的肉还有不少呢，不能因为我和征哥今晚不在家，你们就随便糊弄。你们在家也得吃点好的。行了，你们俩安心出门，我们会好好吃的。那羊肉不能放久了，晚上你们切一半炒着吃，剩下一半要么炖着明天吃，要么像上次那样做成肉干。晚点我回来可要亲自检查的。行，我怕了你了，我立马就做。你们收拾好了就赶紧出门吧，别迟到了。走吧。老萧、弟妹，你们可算来了，快请进，快请进！拿着，这可是我家媳妇儿今日刚做的新吃，叫软心小面包，全偏关独一份。真的？哎呀，那咱们今日又有口福喽！弟妹的手艺真是绝了，之前做的那些就让我馋得慌，这下又有新吃食，老萧你小子艳福不浅呐！陆大哥说笑了，不过是些家常吃食，你们喜欢就好。快里边请，这可是刚出炉的热乎劲儿。你跟你兄弟们聊着，我去灶屋瞧瞧。边关往来就是这般，谁家有事，女眷们都会主动去灶屋搭把手。若是谁家女眷坐着不动，那就是不懂规矩。萧兄弟，好久不见。苏荷姐，你来啦？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忙的。陆
陆嫂子，这位是苏荷，我们是一个地方来的，她是萧百户的媳妇儿。陆小子，你看我能帮着做些什么？别总让你们忙着。其实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要不你就帮着摆摆碗筷吧，碗筷都在那边的木盆里，擦干净摆到桌上就好。好的。来，先垫垫肚子，这可是好东西。萧征老婆今日特意做的新食，你们也尝尝鲜。嫂子又做新吃食了。我与陆大川算是营里承到苏荷手艺最多的人了，所以对于他做的东西也格外充满期待。这是什么？咋这么香？软心面包，咱们老萧可说了，这是全边关独一份的吃食嘞。我的娘嘞，这也太好吃了，比城里糕点铺的点心还香。没想到弟妹做糕点这么厉害，萧征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啊！老萧，你可得让弟妹教教我们家那口子，也做些给我们解解馋啊！哼，别做梦了，也就弟妹妹有这巧手，能折腾出这么好吃的东西，佩服佩服。我家媳妇儿的手艺确实好，不仅会做不少的新奇吃食，厨艺也好。没办法，他家媳妇儿确实很好。入厨啊，干香啊！老早就听我家老陆夸赞弟妹的手艺，说做的吃食格外新奇，没想到今日就让我见识到了。好好吃啊，这手艺真不一般。我这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新奇的吃食，这叫小面包做的，再放进炉子里烤来的，吃着松软好消化，平日里当零嘴儿垫肚子都合适。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般好吃的糕点。果然，苏荷姐的能大小小身边的一等丫鬟不是没道理的，聪慧又能干，简单的面粉也能被她捣鼓出不一样的美味来。这手艺怕是比镇上的糕点铺还要强呢。哎呦，沈兄弟来啦！不好意思各位，有事耽搁了，来晚了。这事儿也怪苏兰的女人，我都提早跟她说了，今日要到同僚家里参加暖房酒，结果我都下职到家了，这女人竟还在磨磨唧唧的梳妆打扮。不过看着苏兰的那张脸，这样漂亮的媳妇儿带出去，确实还挺长脸的。今日他媳妇儿绝对能力压群芳。没事儿，来得更好。我们正吃着萧征媳妇做的新吃食呢，快过来尝尝。如此费心装扮，就盼着能惊艳都场，让所有人都羡慕沈峰能有他这般出众的媳妇儿。老陆，你老实交代，这面包你还藏着多少？别小气嘛，你这可不厚道啊！就拿10个出来，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也得多来几个吧？行，我再去拿记一番吧。可他们这群粗鄙糙汉，竟夸赞一种吃食，也不搭理自己，我难道还不如一个不起眼的吃食吸引人吗？这位是沈百户家的弟妹吧？我是陆大川的媳妇儿杨二妹，你叫我陆嫂子就好。你好，陆嫂子，我叫苏兰。哎，快跟我来，咱们女眷都在灶屋那边坐呢。苏荷竟然也穿了新衣裳，那点蓝色的细棉布面料看着竟比她身上的粉色细布还要好上几分，且衬得苏荷肌肤愈发白皙，眉眼倒是比往日秀美了10道。她记忆苏荷以往的木讷模样全然不见，如今倒是越来越机敏通透了。她怎么觉得来了边关后的苏荷越来越好看了？苏兰，快吃点东西垫垫。哎呀，不好意思，我今日穿的新衣裳不方便动手，得辛苦你们了。这件衣裳可是昨晚听说今日有宴请，特意找沈峰磨了好久才给他银子买来的。原本他是不同意转卖那批货的，可婆母担心砸手里，说什么也要卖给江湖那小子，否则今日定能更好的梳妆一番。没事儿，那你就坐着，我们来端。来，大家吃饭。这些都是我从老家带来的一些山货，给大伙换换口味。春香啊，你能帮我倒杯热水吗？我嗓子有些干。你不能自己去吗？你坐在门口的位置还方便一些。往日在尚书府，我被苏兰使唤来使唤去，那是身不由己。现在同样是百户长的媳妇，与苏兰平起平坐，凭什么还要被他使唤？更何况我男人许成义是农户出身，属良民，而沈峰是军户，属半贱籍。我没必要再像以前谨小慎微，处处忍绕着苏兰。哼，真是行事不由人。一个3等粗使丫鬟，如今也能摆上谱了，跟自己平起平坐了。以往他们巴结奉承自己的时候，那叫一个殷勤。如今呢？苏兰妹子，你这反应莫不是有身子啦？瞧着是害喜的症状呢，这可是沈家头等喜事儿。我这可能吗？不过我岳师确实迟了好几日还未来，我等的就是这个场合。昨日大夫把脉1月有余，我就要在人最多的地方压死你们风头。我是第一个怀上的苏荷，任你再整，终究没我这福气。哎呦，那定然是怀上了，妹子好福气。你可得仔细，头一胎最娇贵，莫要气着累着，应当是刚进门就怀上的。对了，苏荷妹妹，春香，你们俩呢？可有什么好消息？咱们差不多时间成亲，若是有喜，可别藏着掖着啊。又来了，怀个孕显摆得像天煞金豆子，真想把碗扣他脸上。
生孩子这事急不得，该来的时候自然会来。装吧，心里肯定急疯了，看我今天怎么使唤你。春香，麻烦你帮我去堂屋唤一声我家夫君，我这心里实在着急，请大夫。哎，我去，你们是贵客，哪能劳累？这苏兰真是个妙人，再不走灶屋都要炸了。沈兄弟，沈兄弟，快过来，你家媳妇儿有喜了！兰儿，你怎么样？吐得厉害吗？我现在就去镇上请大夫。这才叫风光，全村的汉子都看着我沈家的这份福气。沈兄弟好福气，进门喜最难得。好，好，好，承大家吉言。夜色黑，路不平，小心别摔着了。这男人的手虽然有茧，却比任何温室里的手都暖。萧正，你喜欢孩子吗？如果你也像沈风那样急着要香火，我今天可得费点手段调教你了。谈不上多喜欢，也不讨厌。养孩子太辛苦，我不想咱们甜蜜的日子多个捣蛋鬼。万一我迟迟怀不上呢？万一怀不上也没事儿，咱们萧家还有阿混传承香火呢。真的半点不介意？在这古代，这种想法简直是异类。若是我这辈子都不能生，你也半点不介意？万一怀不上也没事儿，咱们萧家还有阿混传承香火呢。真的半点不介意？在这古代，这种想法简直是异类。若是我这辈子都不能生，你也半点不介意？不介意。遇见你之前，我早已做好孑然一身的准备。戍边将将是命悬一线，有了孩子，我反而怕留下你们孤儿寡母更艰难。我只求余生你平安喜乐，夫妻安稳相守，足够了。我萧征此生有妻苏和足矣，子嗣随缘，绝不逼你怨你。好，那我便信你回，咱们回家吧。这房子修得扎实，我也能放心了。阿和他们在忙，我去地里看看。长势真喜人，石头总算落地了。我家老大昨晚回来一说，我高兴的宿没睡。哟，沈家大媳妇怀上了，真的假的？要我说，还是我家儿媳妇争气。一进门就怀上了，这叫进门喜。阿兰那生的标志，肚子肯定也争气。大夫说了，喜脉足有月余了，叫玉。刘婶儿，才1个月多点儿，万一是个丫头呢？你懂什么？进门就怀，肯定是带把的。生个丫头叫进门愁。我家老大投胎必得儿子，老天爷赐的，这叫福气。桂香来了哟，王桂香，你家儿媳进门也1个月了，肚子有动静没？我家儿媳争气，一进门就怀了，这福气可不是谁家都有的。我们家阿和哪有你家儿媳妇有福气啊？还没行礼拜堂就先入了洞房，抢出来的进门喜确实比不了。笑什么笑？名分早定了，摆酒席那是走场子。我家兰儿就是命好，肚子争气。咱们女人生来就是为延续护hon的，这女人要是生不出儿子，那就是废物，一辈子抬不起头。哦，照你这么说，生不出孩子就是废物，咋的？刘翠花，你现在成废物了？你啥意思？好好的咋还骂人呢？你自己说的啊，女人不能生就是废物，你现在都不能生了，还有啥脸活着？丢人哦！你胡说八道，我不是这意思。大伙儿都听到了，是你自己说的，不能生就是废物。我不过顺着你说，咋成胡搅蛮谈了？我看你就是羡慕嫉妒。你家媳妇儿迟迟没消息，就是没福气。哎，没怀上就直说，没人笑话你，是不是？翠花，咋的？我家还怀没怀孕，关你屁事儿！又不是你沈家的种，轮到你在这里嚼舌根。哪个规定1个月就必须怀？人家小俩口身体好，日子长着呢，成天盯着别家肚子，
有这功夫回去管管自己家，少造点孽吧。哼，萧家就是没那个福气，扯那么多。你再说一遍！桂香姐消消气，不值得。我萧家堂堂正正，儿孙康齐贤良，怎么就没福气了？总不过某些人拿提早圆房得来的便宜身孕显摆，真可笑。萧家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往后少挨边。阿和这么懂事的媳妇儿，撑起咱家日子，凭啥被这老货衡量？他们瞎操心个屁！老娘这个婆母都没急呢。哼，等着吧，咱家的好日子在后头，有你们眼红的时候。